陈虎得逞，食髓知味，难免放纵，结果就是柳杏儿第二天没能起得来床。陈虎倒是神清气爽地出门了，晌午饭都是他给柳杏儿端进去的。陈虎回村也不是没事儿做，他们村里这次出去死了2个，伤了3个，陈虎作为都头是要出面的。这次跟王二驴回来的几个人，每人分了10两银子，死了的人每人多30两的抚恤金。村里一些以前还犹豫着要不要跟陈虎去当乡勇的人，纷纷凑上前去，表示想跟着陈虎混。陈虎让他们找二驴子报名。柳二顺和崔之义乘坐一辆马车回村，路上他紧张得不得了。你不必如此，你或许还是我的表兄，当然了，或许不是，不过不管你是不是，你都不是柳家人，而是被柳家换了的。你原本的出身非富即贵。柳二顺这几天十分忐忑，也猜测到了一些情况。柳二顺一方面恨柳家人害他，一方面又在窃喜，如果他真是富贵人家的出身，就能给福川娘好日子过了，福川也能再要回来。陈虎办完事儿正回屋和柳杏儿腻歪，就听下人禀报说县令大人带着柳二顺来了。我都不见，我现在是烂脸的人，我猜县令一定是来请顾太医去给县令夫人看脸的。这事儿你可别为难顾太医，顾太医该去给看还是得看，回春堂还在人家的地界上做生意呢。行了，我知道了。陈虎带回来很多钱，这些钱是他用命挣的，柳杏儿就觉得应该珍惜，还应该拿出一部分来搞封建迷信，给陈虎积攒点功德。他当了这个都头，3不5时要出去剿匪，给他积德，柳杏儿在家也能心安一点。求神拜佛不如修桥铺路，修桥铺路不但惠泽眼前的人，还能惠泽后人。还有一个功德来得快的，就是修学校。修个学堂要不了几个钱，村里的学堂旨在让孩子们不当文盲，往后多多少少可以多条路。柳杏儿想着想着，就拿起炭笔写画画，正写着呢，陈虎回来了，他直接走过去把柳杏儿抱起来。在写啥呢？新婚燕尔，正是耳鬓厮磨不舍分开的时候。我想以都头的名义给村里修个学堂，请个夫子来教，算算需要花多少钱。我觉得这村学要世世代代传下去的话，还得给买点学田，用学田的出产来供村学的开支，你说怎么样？你说了算。崔之义来跟你道歉，送了许多财物来，我已经替你收下了。你爹也来了，想看看你，被我拒绝了。我说你现在脸烂了，心情很差，谁也不想见，还说顾太医在想法子给你治脸，被你猜对了，崔之义就是来请顾太医的。还有崔之义跟我说，如无意外，你爹是镇远侯府唯一的嫡子，还是崔之义的表哥。哦，崔之义的亲爹是英国公，他的姑姑，你的已故亲奶奶，是英国公府国公爷那一辈唯一的嫡女，国公府老祖宗的掌上明珠。哇，这么显赫的背景啊！你以前只说崔家是世家，没说过崔家是国公府邸。国公府也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他做甚？对，在你眼里，皇帝也没啥了不起。那是自然，都是2只眼睛、1个鼻子、1张嘴，头上也没长犄角。你说的那是妖精，才不是皇帝。你说错了，那样的是妖怪，你这样的才是妖精。如果侯府要抢福川，福川又不愿意去侯府，可以请剑南王帮忙吗？你可以求你男人，你男人兜得住。哦，那就不用担心了。那我明天就去县城跟我娘说一声。倒是不用这般着急，在乡下多住几日，我还有家。那你让人去将娘接回来，第二就关2天门吧，让娘也歇2天。行吧，回头让人送老大去县城，顺便把娘接回来。对了，杀兔子的人手够吗？眼下是够的，你是不是想安置几个受伤的乡友？陈虎闻言心情好到飞起，大概这就叫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对，有几个人还挺靠谱的，就是腿瘸了，不耽误杀兔子。那就得修个作坊，你让他们先养伤吧，作坊和学堂就一起修，还可以跟村长说咱们村养的兔子我都收。这件事我去跟村长说吧，你嘱咐我2句吧，看看村学这头还需要干啥，你再给我拿些银子，我一并给村长。学堂那头给1000两行不行？除了修学堂和留着给先生的月钱，给孩子们买书的钱，
剩下的用来置办学田。行了，就这些，别的你跟他商量吧。遵命。我媳妇儿的意思是，男娃女娃都能去村学念书，不过女娃学到7岁吧，不然落人口舌也不好。开蒙4岁起，学里分2个班，暂时请1个先生。总之这1000两您看着安排，先生住的院子给修大一点，修好一点。村长高兴极了。啊，这钱是我剿匪得的，信儿说拿来给我积点功德。他这话说得略得意。都头，这可是大功德呀！回头刻碑的时候不必写我，就写信儿就行了。老子去剿匪就是大功德。是该感谢柳杏儿啊！也是从柳杏儿跟了陈虎之后，陈虎才开始管村里的事儿的。孩子爹，你去干啥了？我去求都头让我进团练当乡勇。陈虎这个人护短儿，我成了乡勇，你们就能够安安稳稳的在家里面住着，不怕有人欺负你们。可是当乡勇可能会丢命的呀。哎呀，那也是可能，你还不知道吗？我肯定躲着，不会傻兮兮的往前冲。如今呢，也只有这个法子，才能保全我们一家人呢。哎呦，关啥门呢？这一天要少挣多少钱呢？您放心，关2天门，说不定后头会卖得更多，您等着瞧吧。你就唬我吧。哎，对了，喊我回来干啥呀？娘子，刘二老爷来了。娘，我得去避一避我的脸。你去吧，我正好跟他把话说清楚啊。福川娘。刘二顺激动地走到他面前，伸手想去牵他的手，姜氏冷着脸避开了。县令他说我可能是他的表哥，我爹可能是当朝镇远侯，我舅舅可能是当朝英国公，我可以给你好日子过了，你相信我，我可以补偿你们娘儿几个了。我们把福川认回来。县令说就算我和他不是亲戚，但我的出身也是非富即贵，要是找不到我的亲爹娘，大人会给我买房置地，我再不会让你们娘儿几个受穷受苦了。刘二顺，我们和离吧。他手上虽然捏着和离书，但这和离书是骗来的。刘二顺若真是他说的这个出身，那这和离书就不能拿出来刺激他。和离？为何？我已经不一样了，我可能是镇远侯世子，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和离，或是你休了我，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你过日子了。福川也一样，他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瓜葛。你这是在害福川，你是在毁他的前程。刘二叔，你就是再富贵，你便是皇帝，我也不做你的儿子，是你不要我的，不要在这里怪我娘。我也是不得已。你走吧，我等你的和离书，或者是休书。不，我不跟你和离，我们说好要做一辈子的夫妻。你还说过要护着我一辈子，刘二顺，是你先不讲信用，就别指望我遵守承诺。你给不给我和离书或者是休书都没啥，日子就这么过吧。清虚观你知道吗？柳杏儿在他怀里摇头。京郊的一处道观，当今皇帝在这个道观里挂了名的，可以让福川先当这个道观的小道士，当几年之后，等他的学问能考举人考秀才的时候，再还俗去考试。你爹要是认祖归宗，侯府绝对要迅速让他成亲。几年之后，你们同父异母的兄弟指不定都有了，到时候你爹的妻子肯定是不愿意福川认祖归宗，对方就算是想对付福川，也得掂量掂量福川身后的清虚观。你认识清虚观的人？你认识清虚观的人？你也认识？于半仙？聪明。于半仙是清虚观现任观主青云道长的小师叔祖，这个身份知道人很少。世人知清虚观有一个常年在外云游的云阳老祖，却很少有人知道云阳老祖就是于半仙儿。那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转身去撑着窗户，我就告诉你。我找于半仙去。说完，他就开门跑了出去。罢了，出去干活吧，得弄个做风干兔的作坊。听说您是清虚观的人，我想找您帮忙把福川收进清虚观，等应付完镇远侯府，再让他还俗。你怎么知道我是清虚观的？虎哥说的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从何处得知的。哎，不难，我收福川为俗家弟子就行了，不用他还俗那么麻烦。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柳杏儿高兴的不行。您这几天想吃什么就尽管说，我来下厨。你看着办，我呀荤素不忌。几天后，
村里的学堂位置定下来了，学田也买了，先生也寻摸到了。村长和先生约定，来年开春，先生就搬过来。除了村里的孩子，外村的孩子，先生也能收。柳杏儿的作坊位置也确定了，趁着地还没动上，已经张罗人在修了。村里的事儿都安排的差不多了，陈虎也要回团练营。陈虎前脚走，后脚杜莹莹就上门了，看见柳杏儿的脸就是一愣。我的脸已经好了，就是用的胭脂里被人下了药，好在顾太医和于半仙前后脚的回来了，我这张脸就保住了。就是听说你的脸伤了，我想来看看你，可你家都头天天都在，我也不好意思过来打扰。这些东西是我带来探病的礼物，你虽好了，可我已经拿来了。哎，哪用得着这么客气？反正花的也不是我的钱，我还要谢谢你帮我花钱呢。我来找你是有事儿要找你帮忙。柳杏儿看了一眼杜莹莹的肚子，她可是知道这位不想要生下剑南王的孩子。放心，我不会害你。我来找你是想让你教教我身边的厨娘，也就你做的那些菜我还能吃得下去，他们呢就算是拿了方子也做不出那个味儿来。行，你都喜欢吃什么菜？我寻思寻思给你弄个孕妇菜谱，然后再看看你的厨娘是怎么做的。你现在让我说我也说不出来，那我就先随便做几道菜，你看看你喜不喜欢吃，喜欢哪个咱们选哪个。好。一道道的菜上来，杜莹莹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这是炙烤羊肉串，这是鹅卵石牛肉，这是酸辣牛肉丝儿，这是凉拌猪条，凉拌鲫鱼，这是鸡枞菌炒鸭脚、鹅脚、鸡脚，这个是姜丝炒鸭胸脯肉，这是香辣鸡鸭鹅杂，这是松茸鸡汤。柳杏儿报菜名的时候，于半仙就闻着味儿撵来了，也不管主角是谁，上桌子就开吃。杜莹莹也脱了帽兜，扯了面巾子，加入了抢菜的行列。就在柳杏儿愣神的时候，杜莹莹和于半仙同时夹住了最后一片牛肉。你别忘了，我是给你治病的大夫，你的病只有我能治。你不给我治更好，说的我好像很稀罕这条命似的，脸我也不稀罕。要是你能让我再丑些，我就把这片牛肉让给你。老夫不与你这女子计较。吃到最后一片牛肉，杜莹莹十分开心，然后她才后知后觉看向柳杏儿，摸了摸自己的脸。娘子，我吓到你了吧？没有，就是有点好奇，为何杜夫人会想变成青面獠牙的妖怪？当然是想吓死南宫燕那个王八蛋啊，最好吓得他不娶。柳杏儿噎住，默默在心底给剑南王点一排蜡。老头儿，考虑考虑，把我弄丑些，哪怕时间不长也无所谓，我有重些。想都不要想。他已经答应过剑南王，并且剑南王也遵守承诺帮他办事儿，他怎么可能为了钱出尔反尔？敢问杜夫人，您的重谢有多重？1万两银子这么重。这生意我接了。不是，我也可以接的。柳娘子，不如我们合伙开酒楼吧，你只需要出菜品的方子，然后稍微指点一下厨子就好了，其他的事儿你都不用管，最好每年能提供2个新菜品的思路，我算你2成的股份，这个酒楼不管开多少家，开到哪儿你都有股份，你看行不行？行。咱们这店儿叫啥名儿？你出钱，你说了算。那就叫丑居。柳杏儿怔住，就这个名字，她在有生之年能收到分红吗？亏钱不用我赔吧？不用，你就等着收钱吧，要对我有信心。我对你想霍霍剑南王的钱很有信心。等这位写好契约，他再三过目确认没坑儿，麻溜写了名字，摁了手印，恭送这位出门。陈虎冒着风雪赶回来，在前院洗得干干净净，换了身衣裳，这才搓着手回后院。进门就见小媳妇撅着腚趴在桌上写着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不回来的吗？想你啊，这一路上就想你了，不然大雪天的，谁吃饱了撑的往回跑？
第二天，柳杏儿醒来的时候已经天光大亮。柳杏儿扯被子把脸捂着，身边的被窝已经凉透了，说明男人早就走了。这人真是能折腾，竟还不累。她起来洗了澡，洗完澡就发现被褥已经被秋婶给换了。秋婶送了早餐进来，柳杏儿看到秋婶还很不好意思。陈虎晚上太过于龙精虎猛，床榻被造得不像样子，好在秋婶淡定得很，说话看人都和平时一样，提都没提床榻。吃完饭他就去看他的手稿，补充完了便让秋菊给杜莹莹送去，也还算是了结了一件事儿。天一天冷过一天，好在作坊简单，请的人又多，几下就盖好了。陈虎说的人还没来，作坊就暂时是先前买的几个人搬过去干活。顾太医让人传话来说县令夫人的脸已经好了，柳杏儿就正式出门去了县城。镇远侯已经见过柳二顺，并且已经确认柳二顺是他的儿子了。父子相认之后，他就跪求寇大山，请寇大山帮他挽回姜氏和柳福川。这几天寇大山按兵不动，他的儿子竟被人刻意养成了这副窝囊样，这样的嫡子根本就撑不起侯府。寇大山更加坚定了要给柳二顺换个妻子的想法，儿子撑不起来，儿媳妇必须要撑得起来。镇远侯打算把柳二顺留下，等他学个2年之后再带回京城。我们卖完了，这位老爷想买，明天请早。老夫不是来买东西的，老夫是来找你的呀。老爷爷，你是谁呀？你找福川做什么？小瘸子，陈虎的小儿子。我是福川的爷爷，我来看看福川。我有爷爷，你不是我爷爷。寇大山看向后面出来的柳杏儿和姜氏。想来文城就是你们的父母官崔县令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就是镇远侯，是寇桓，也就是柳二顺的亲生父亲。民妇见过镇远侯，不知镇远侯来小店所谓何事？可否进一步说话？铺子就这么大，实在是没有多余的地方。侯爷如果介意，我们也没有办法。那就到对面茶楼去吧。我们母女姐弟跟着一个陌生男人去茶楼，街坊邻居们会怎么猜测？侯爷有话就在这里说吧。孙女脾气像我呀，挺硬。要知道，换个人知道自己的亲爷爷是镇远侯，早就笑容灿烂的来阿谀奉承了。我本来想忙过这几日，然后再请你们去县衙正式认亲的，可又怕太突然吓着你们，所以就先来跟你们打个招呼。这些年辛苦你了，姜氏，这笔银子算是我这个老父亲补偿给你的聘礼。姜氏不知所措。若您真是我爷爷，那这笔钱就是你们家应该给的。我娘这些年因为我爹受尽了搓磨，我爹欠我娘的便是清东海之水也还不清。该恨柳家，但老夫也是受害者呀。受苦的、被抵债的、被卖的是我们。侯爷的来意若只是来跟我们争辩掰扯这些的，那大可不必。我和柳二顺早就没关系了，是他不要我的，你不是我爷爷。老夫自不是来跟你们争论这个的，也的确是老夫的疏忽，才让你们受苦了。这些银票，姜氏啊，你收着吧。老夫还命人去选农庄记在你的名下了，算是对你这些年的补偿了。民妇，娘，您收下吧，这是爹应该给你的补偿。您若是不收下，侯爷就不会安心。寇大山赞同地看了一眼柳杏儿。3日后吧，3日后我去武安县去拜访亲家。晚上回到家，柳杏儿就把银票交给了陈虎，让陈虎帮忙把银票换成现银和金子。不如趁机买一套2进的宅院，也好做娘和福川的安身立命之所。住在女婿家，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有房子就不一样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想着帮娘买一套宅子，再买些仆从。有了宅子，福川念书之后想邀请好友到家里玩，也能无所顾忌。陈虎捧着柳杏儿的脸亲了一下，小媳妇就是通透，跟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其实吧，他还有别的想法。姜氏有了宅子，偶尔还能把崽子们都赶去丈母娘那边，到时候家里就剩下他们2个，就可以尽情放肆了。那明儿我跟娘商量一下，就去看房子。你说我要不要去跟镇远侯谈一谈？啊？谈什么？你娘和你爹和离的事情？对，今天镇远侯来找我们，态度很是谦和，丝毫没有提让我娘离开我爹的话头，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想来他是里子面子都要，不
不想落下个拆散儿子原配糟糠的名声，我怕他有后手对我娘不利，故而我想挑明了说。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要犹豫，随心就好。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尽管说，爷爷肯定帮你啊。侯爷昨日来店里的意思，我晚上也想明白了，故而来开门见山的跟您谈一谈。民妇愚钝，只能理解字面上的意思。老夫也不喜欢说话绕弯子，你说吧，来找老夫有何事？我娘是村妇，琴棋书画样样不通，权贵人家的人情往来、管家事务，她一概不通。侯府不会要她这样的一个儿媳的。甄远侯挑眉，竟被孙女儿给看出来了。不愧是我的嫡长孙女啊，稍微培养一下，堪当世家大族的宗妇。忽儿，你是来替你娘求情的？侯府的世子夫人，你娘当不来的。对她来说呀，那个位置是祸不是福。爷爷不能看着侯府的百年基业毁在后人的手里。多谢侯爷坦诚相待，民妇不敢奢求母亲进侯府，只求您一件事情：爹和母亲和离，过错方不能是母亲。民妇和弟弟虽未被立威，但也会和侯府势不两立，不死不休。你们于侯府来说，不过是蝼蚁般的存在。侯爷想试试吗？反正我们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个孙女儿一点都不像是个农家女，身上这股子豁出去的不屈劲儿，真的太像我了。好得很呢。是你娘让你来的？我娘以为您是个慈祥可亲的公公，来找您只是我们姐弟两个知道。福川知道？他才几岁呀？他懂什么呀？他被卖过2次，甚至差点成了太监。侯爷以为福川能和普通孩子那般不谙世事无忧无虑吗？甄远侯的心被柳杏儿的话给扎了一下。爷爷可以答应你的要求，是因为爷爷不会让你和你弟弟有个名声有瑕疵的娘。不可留子去母。你是从哪儿听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侯府都能干出坏孩子，让柳家虐待当初那孩子的一家，可见是没底线的人家。可能这不是侯爷的本意，但侯府内院盘踞着这么一条甚至几条毒蛇，民妇不得不防。爷爷答应你，但福川必须认祖归宗。福川的主谁也做不了，是福川不想认2次将他卖掉的人当爹。侯爷想让福川认祖归宗，只有让福川自己点头才行。柳杏儿这番话让甄远侯再度无话可说。他可以强硬的认孙子，但那样的话，祖孙之间必然是有嫌隙的。民妇的话说完了，民妇告辞。慢着，你既知你娘不适合做侯府的世子夫人，也该知晓陈虎一个小小的都头，他配不上你。侯爷，若您是在民妇被抵债之前将民妇认回来，民妇自当听您的话。可惜您晚了一步。不晚，爷爷可以给你找个读书人，以后你也能诰命加身。陈虎区区一个都头，一个武夫，实在是配不上你。可是我就喜欢虎哥啊，我不喜欢读书人，而且读书人能跟虎哥比，弱鸡似的。侯爷，民妇家里还有事儿，就先走一步了。走了2步，他又转身看向甄远侯。侯爷可知县令夫人曾经害过我，若不是顾太医回来的及时，民妇可能就不是毁容那么简单。转移话题，省得甄远侯再拦住他掰扯。一口一个爷爷，爷爷是那么好当的吗？陈虎半夜回来，轻手轻脚脱掉衣衫，爬上床，钻进被窝，温柔地亲了上去。他亲得格外小心翼翼，生怕把柳杏儿给弄醒了。柳杏儿啊，她做了一个梦，羞人的梦。男人晚上不回来，她的梦里就开始飘颜色。反正在梦里，她索性放纵自己，像藤蔓似的缠着男人。小媳妇一主动，她哪受得了啊？直到陈虎把她从拔步床上抱下去，放到屋中央的桌子上坐了，人瞬间就清醒了，但下一秒却被男人单手扣着后脑勺亲了过来。对不住，回来晚了，让你等急眼了。不过不耽误交粮，今儿我多交些给你，必叫你不白等。明儿开始不能在这张桌子上吃饭了。这一晚上都不消停，公鸡打了头道了，陈虎才罢手，给柳杏儿收拾干净，搂着她困觉。明儿倒不用再换被单入单了，你这人爱害羞，往后咱们就多像今晚一样，你便不用担心秋婶给洗脏被褥了。柳杏儿狠狠瞪了陈虎一眼，凶巴巴的样子落到陈虎的眼中就变成了可爱。第二天天光大亮，柳杏儿才醒来，身边的人还在，闭着眼睛睡得深沉。
他瞅着陈虎眼下的一抹青黑，有些心疼，想起他昨夜干的事儿。上你晚上回来不睡觉还干体力活。柳杏儿轻手轻脚的起身，谁知却被陈虎从后背抱了个满怀。再陪我睡会儿。你自己睡啊，我饿了。陈虎扯着他的手往自己身上一搁，握着他的手稳稳一捏。那，给你吃，管饱。柳杏儿是真怕了他了，忙推开他麻溜下床。娘子，您在哪里吃饭啊？就在这吃。早上有啥？有面，还有馒头和大米粥。给我煮碗面吧，我要一个白水蛋，多放点白菜。面端上桌子的时候，陈虎也来了，大马金刀的往柳杏儿身边一坐，不等他开口，柳杏儿就让秋婶给他煮大排面，再把馒头拿来。你今儿啥时候走？今儿就不去了，明儿我要出一趟门，恐怕得年前才能回来。咱们是回村里过年，还是在县里过年？过年回村过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腊八节肯定是赶不上了。小年能回来吗？糊涂鬼，腊八节已经过了。过了？是忙昏头了吗？小娘儿不知道，但除夕我一定回来。吃完饭回屋收拾包袱的时候，很是抱了一会儿柳杏儿。你在家要好好的，我给你留4个人，出入都要带人，万万不可一个人出门。再有几日，老大就该放假了，到时候家里有啥活就全都让他干，不要舍不得花钱，我去弄钱来就是给你花的。柳杏儿在他怀里点头。你出门在外也要小心，这次也是去剿匪，要不要带顾太医或者是于半仙？不是剿匪，还是燕家的案子，不带顾太医这个拖累。柳杏儿闻言就挣脱他的怀抱，去找纱布，找伤药以及别的药丸。他很是享受小媳妇围着他转悠的感觉，享受的下场就是原本只打算带一个小包袱走，然后柳杏儿的东西越收拾越多，最终还换成了床单来包。到了集合的营地，背着小包袱的大家伙看着陈虎硕大的包袱抽唇角。出发。陈虎离开之后，柳杏儿就拿黄历出来看，借着这段时间去采买了不少衣裳，还让裁缝来家里一人做2套新衣裳，过年换着穿。在等衣裳的这几天，柳杏儿和姜氏又去买了一辆马车，姜氏出钱。这马车呀，是他给娘家买的，这么多年了，要是没有娘家时不时接济他们一家人不一定能不能熬过来。我陪着娘回趟武安县，我的事儿还是要好好跟爹和哥哥们说一说。行，那就一起回武安县，带上福川一起回。裁缝铺的手脚还是很快的，隔天就把给老太太做的衣裳给送来了。姜氏和老太太装了一马车的东西走，柳杏儿站在大门口目送马车没了影儿才回。姜氏和姜老太太回武安县了，柳杏儿就带着新买的仆从回村去了。铺子交给小老二和小老三，小老二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他也不累，就是坐着收钱，顺便指挥一下下人忙活。下人不会做蛋糕，蛋糕就在村里烤好了，让人送去县里就成了。有了人手，柳杏儿就加大风干兔的制作量。柳杏儿忙忙碌碌的时候，欧阳氏也被接回了欧阳家，而欧阳家的家主捏着镇远侯的亲笔信，脸色十分难看。欧阳氏在跟自己母亲哭诉自己的委屈时，老夫人那里就派了几个健硕的婆子带走了欧阳氏，直接将他送去了郊外山里的安堂。婆子们看看他被剃掉了满头青丝之后，其中一个婆子还拿了烙铁烫毁了他的脸。欧阳氏疼得惨叫：姑娘，这是家主吩咐的，家主说唯有这样才能平息镇远侯的怒火，而镇远侯也才会促成您的一位妹妹嫁过去，给崔姑爷做续弦。婆子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劈在欧阳氏的头上。当初她可是用尽了法子，耍了些手段才嫁给崔之意的。当初崔嫁给崔之意看的是欧阳家的另外一位姑娘，可到头来竟都是一场空啊。杜莹莹来找柳杏儿的时候，见她忙得热火朝天，听说柳杏儿要做善事，她就随手给了柳杏儿5000两银子。随便花，钱花没了再找我要。柳杏儿噎住，论有个土豪朋友的真实感受。这么多银子，不如在县里开一间善堂吧。既然要开善堂，那我就再5000两。哎呀，挥霍别人的银子就是爽啊。你要是没事儿，也来陪我忙活忙活，善堂看看办在何处，不然我拿个农庄出来办善堂吧，农庄的收益正好可以维持善堂今后的开支。
你决定就好。行吧。柳杏儿又派人去当铺买家具、买床、买被褥、衣裳，东西全送去五岭镇的那个庄子。有了东西，但柳杏儿缺少人手，于是就厚着脸皮找杜莹莹要人手。你看你都给钱了，也不差给我2个得用的人，等他们把下面的人给带出来了，再还给你。奴才这就去安排，2个哪够啊？奴才给安排6个人，争取2、3个月就把娘子这头的人给带出来。我和柳娘子做善事儿，若有人敢贪墨，夫人您放心，若奴婢找的人敢这般做，奴婢就以死谢罪。人手齐备之后，柳杏儿就让人把消息散布出去。消息一传出去，善堂开张第1天就收到了10几个女婴，2岁、3岁的孩童10几个，第2天、第3天更多。这么多孩子，柳杏儿又在善堂所在的村子招募了4个婆子，这才缓解了压力。姜氏回来了，这次她在娘家待的时间有点长。娘家人知道柳二顺是侯府世子的消息，十分震惊。让姜氏高兴的是，亲爹和哥哥都赞同他和离，和姜老太太的想法一样，他们是农家子，过不了那权贵人家的日子。您是来送和离书的吗？姜氏也两眼放光地看向镇远侯，他的亲儿子这么不被待见，老父亲的心情很不爽呢。亏他儿子还心心念念惦记着姜氏。没有，和离书要你爹心甘情愿写才行，老夫不能越俎代庖啊。那您来是有什么事儿吗？怎么，爷爷没事就不能来看看孙子孙女了？柳杏儿笑笑没说话。是这样的，我今儿过来呀，是把欧阳家的赔礼给你送过来了。欧阳家说世袭芙蓉楼，那他们就把芙蓉楼赔给你。说完，他的随从就捧着一个木头盒子进来，里面是芙蓉楼的地契以及掌柜等人的身契。权势果然是好东西啊，难怪无数人即便是冲得头破血流，也要疯狂的争夺权力。欧阳氏出家了，只是出家当日不小心让烛火烫伤了脸，他心怀愧疚，会一辈子吃斋念佛来赎罪的。他意外镇远侯还真的为他这个没有感情的孙女儿出手了。多谢侯爷。怎么还叫老夫侯爷呀？还不到时候。侯爷，您的子孙众多，有没有我这孙女儿其实都无所谓。我们乡野中长大的人不懂礼数，配不上侯府那么高的门楣，还是老老实实的当小老百姓的好。镇远侯噎住了，他还能怎么说？别说柳杏儿这个才刚见面的，就是府里的孙女儿们，他也一个都不稀罕。不过柳杏儿有一点是别的孙女儿无法企及的，她是元娘的亲孙女儿，这就让镇远侯对她有一层天然的亲近感。侯爷还有何事？若无事，那请恕民夫不能远送。镇远侯没办法，只好也不要脸。没事了，就是饿得慌。柳杏儿嘴角抽了抽，要不留侯爷在家里吃点儿，就是咱们乡野人家的饭菜，恐怕不合侯爷的胃口。打仗的时候啊，野草树皮都啃过，老夫不挑吃吃，能果腹就好。既侯爷不嫌弃，那就留下用点粗茶淡饭吧。您在此稍后。可不可以让福川来陪老夫吃饭的？我问问福川，他要是愿意来就来，他要是不愿意来，就请侯爷海涵。福川，你来了。草民江福川见过镇远侯。镇远侯叹了一口气，免礼免礼，快过来坐呀。请问侯爷吃的如何？可还满意这顿饭菜？很满意。你姐夫家的饭菜很好吃啊。多谢侯爷帮我维护姐姐，这顿饭是我姐姐和娘亲亲自下厨做的，在福川眼中这顿饭价值千金，侯爷喜欢，那我也就安心了。这倒是令镇远侯很是意外。不过福川说这话的意思不要太明显吧？这是你姐姐和你娘的意思？是草民自己的意思。福川很不喜欢这个问题，别看他小，他都懂的。这一顿饭就想还情人情，你的小算盘声啊，大到天上都能听见。那侯爷要如何？一顿饭请您，两不相欠，您想要更多，是我们不会给。你可真不要脸呢。我可没侯爷不要脸。姐姐请您离开，您赖着不走，还在主人家里骂主人家不要脸，脸皮能厚到侯爷这个份上，我也是长见识了。讨厌我，越讨厌我越好，我才不要做你的孙子呢。这个孙子我要定了，侯府之光啊！我回京就去请皇帝直接下旨，圣旨一下，谁敢抗旨啊？镇远侯不逗小孩了，起身准备告辞。
不好了，都头娘子不好了，都头他没了。姜氏摇摇欲坠，陈家三兄弟的脸上更是血色全无。死得好啊！我这个孙女儿就是送进宫都是可以的，嫁个一个都头，实在是委屈了人才。我们去追贼匪，结果落入了他们的圈套。都头为了保我们撤退，一人断后。后来就掉下了山崖，尸骨无存呢。村长夫妻赶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了后半段。哎呀，老二啊，你会不会是看错了？没有看错，我着急赶回来报信儿，其他人在县里团练营。若不信我说的，等他们回来，你们可以再问问。都头娘子，你节哀顺变，如有什么要帮忙的事啊，尽管开口。柳杏儿跟村长道谢，他让人把罗胜华搀扶进屋，请于半先帮他看看伤，然后让几个孩子先回屋，又让秋婶把姜氏搀扶进屋歇着。爷爷派人帮你去找陈虎。陈虎是为了燕大人被杀的案子出事儿的，本来他就要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的，正好卖一个人情给孙女儿。不必了，多谢侯爷的好意。今日家中有事儿，不能再继续招待侯爷，还请侯爷见谅，慢走不送。江种啊，像我算了卦，陈虎的吉凶占卜不出来呀。师傅你行不行啊？我这不是半仙吗？又不是全仙。说虎哥真的已经遇难，卦象就不可能问不出吉凶。对，那就目前这种情况啊，也不是好事哦。报谢的人也说是尸骨无存，不管外人如何看如何想，在我这里，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给你拿5000两银子，你去买成粮食和棉衣，送去各县的慈幼局，用你们父亲的名义，带着福川和老二，能帮你看着点。娘，你去找村长，统计出村里没有子女奉养，或者是家里实在困难的人家，回头咱们给送米粮和棉袄。顺便你请村长跑一趟相邻的几个村子，找那其他村长也问一问。给一家人都派了活儿，都有事儿干，至少能有股劲儿了。娘，那我干啥？你去摘菜，晚上咱们吃素，后面几天都吃素。我想请罗二哥帮忙，请些镖师和当地的猎户去虎哥出事的地方找找，好歹能找到几样东西也行，肯定不会亏着罗二哥的。这一趟我给你20两银子，其他人5两，找人期间吃喝都算我的，车马费我也给出。若谁能找到东西，我单给100两，找到人我单给1000两。罗二哥要是能把虎哥活着带回来，我单给罗二哥2000两。都头娘子，我亲眼看见都头掉悬崖，他真的不可能。钱我可以先给你，只说愿不愿意去。若你不愿意，我再去找其他人帮忙。老二，你就帮着跑一趟吧。找别人不如自己的亲儿子带人去，好歹能尽心一些。村里那帮蠢货还议论柳杏儿说她不哭，真是心狠。但村长不这么认为，这种时候一个哭哭啼啼没有主见的女人撑不起事儿。就柳杏儿这种砸钱的法子，恐怕是已经做好了要把家产花干净的准备。万一那些贼人还在那儿咋整？他们也跑了，再说了，他们不会傻到留在那里等朝廷的大军去剿啊。大军？他把带来的银票胡乱给了罗胜华2张。劳烦罗二哥先去换成碎银子，再去找人。说完他就匆匆告辞。大人可曾派人去找陈虎？已经派了人手去找，如果有消息，本官会尽快通知你。不知可否请动驻军去找人？我出1万两银子，但人数不能少于300人，并且谁要是能找到陈虎，我另外奖励1000两。把陈虎救出来的人，我给2000两谢银。表侄女儿这么有钱的吗？低估了陈虎的财力啊！一个小小的都头能有这么多钱？唉，这些银子你留着傍身。我说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陈虎真的是凶多吉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大人只说帮不帮这个忙，要是大人不帮，民妇就去找别人。我帮你。罢了罢了，杏儿以后没钱了，姑父不可能不管的，再不济他也是可以管的。请大人带民妇一起去，再派人去请顾太医。大人不带我，我就自己去。你胡闹！你去干什么呀？拖后腿！柳杏儿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是她若不去，怎么知道这些人有没有尽心尽力的去找？我必须得去，谁拦着我，我就跟谁拼命。在崔之义去帮他安排的时候，他迅速去市场上买东西武装自己。首先是买2身男装，然后买2皮靴，可以护住小腿的那种，让木匠立刻给他赶工出2个雪地里用的爬犁。
2副简易滑雪板，他去买了好几个水囊，全部装上用红糖和姜葱熬的水，又买了很大几口袋的馕饼、肉饼，他还跑去买了不少烟花，马车塞得满满当当的。他还顺便去了一趟牙行，临时买了2个力气大的健硕婆子。一会儿上山，你们2个要负责背着我。这次的差事办得好，回头我有重奖，还你们卖身契，给你们钱置办家业。但你们要是护不住我，那就不能怪我把你们往矿上发卖。娘子放心，奴婢有的是力气。等他全副武装出现在崔之义和镇远侯面前时，2人都惊讶了一把。他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一点成算都没有。山里天不好，崔大人不厚道啊，让我带个累赘上路。这是本官的表侄儿，还请冯百户多多关照。柳杏儿加了100两银票给冯百户。行，崔大人尽管放心，本官会照顾好你侄儿的。还请大人派20个人给我，听我的指挥。这不合规矩。柳杏儿又给了他100两银票。冯百户哈哈大笑，当即点了2组人手给他。柳杏儿怕这些人办事不尽心，就让婆子去给士兵们发钱，1个士兵1两银子。兄弟们，小生不会让大家伙白干，这1两银子大家伙先拿着，回头完事儿了，小生会再给大家补1两。知道事后还有钱拿，精气神瞬间就不一样了。崔之义派了2个乡勇跟着去当向导带路，这么一来就有3拨人在找陈虎。算算时间，如果陈虎落到了水里，那么现在应该已经被冲出了阳安府的范围。冯百户的计划就是沿着河兵分2路，一路从下游往上游找，一路往更下游找。这头罗胜华等人的计划又不一样，他去镖局找人，镖局就建议他找个采药人。罗胜华听了建议，不但带了采药人，还找了2个猎人。等柳杏儿等人赶到出事地点，竟然碰到了罗胜华等人。在山下的河边捡到了这个，还有一些血迹。这悬的峭壁是直溜的，且灌木很少，人掉下去绝无生还的可能。罗胜华认出这就是陈虎当时穿的衣裳。我在这边找，你们去悬崖对面的山找3天，3天后若是还找不着，这事儿就算是完了。我答应的赏钱1个子儿也不会少。罗胜华还想再劝，但柳杏儿坚持，他也没法子。冬日的山林走得很是艰难，好在柳杏儿准备了爬犁，带上的东西放在爬犁上，人拉着就行了。顾太医也坐在爬犁上，他们这个队伍也有马，不过马儿驮着不少东西，在山里找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如果不带够东西，这么冷的雪天很容易出人命。让您老跟着受苦了。吃饱喝足，柳杏儿搀扶着顾太医进帐篷。你也别忙了，快去睡去吧，明儿还得找人呢。哎，希望渺茫啊！罢了，就陪着这丫头啊走这一次，也好叫她往后不后悔没尽力。敢问你们可见过一个壮实高大的男人？没见过。你一个人出来找人啊？本来呢是一群人，俩一对就分开找，但是我和同伴走失了。我叫杨有利，是镖局的镖师。你是镖师啊？难怪。你们找到啥线索没有？没有啊，我们找了好大一片地方，啥也没找到，也不知道陈都头到底在哪儿啊。哎，你们呢？可找到什么线索了？众人摇头。有，我找到线索了，秃头还活着，若是有足够的人手，应该很快就能把他找到。先前我看到他做的记号，但太模糊了些，不太确定。但昨晚临睡前，我在附近又看到了他留下的印记，但这一片实在是太大了。哎，无妨的啊，我可以发信号，兄弟们看到了信号会马上赶过来的。既然有支援，那大家就先别收拾东西，把火堆燃旺点，烧点热茶喝，咱们等一等。壮士，喝一杯热茶吧，这么冷的天，暖暖身子。杨有利笑着接过，看着柳杏儿和顾太医都喝了，他才喝。过了一会儿，从林子的四面八方就钻出来10几个人。杨有利跟柳杏儿等人介绍，这些都是镖局的人。柳杏儿就请他们喝茶暖暖身子。既然人齐了，咱们就收拾东西出发吧。正好多来了几个兄弟，大家搭把手，帮忙背点东西。柳杏儿说是分担，但是却把东西全部都让后来的10几个人背。毕竟东西都让我们背上，想必也是十分的相信我们呢。软金伞太贵了，下回你可别当不要钱似的下那么多呀。我知道了。公子，你这是啥意思啊？你们谁会挑手筋脚筋的活啊？他们不是好人，都是贼人，追杀陈都头的人。你们怎么知道的？
穿的衣服不一样，并且定陶县的镖局养活不了那么多的人。罗二哥是要带他们去河对岸搜索，便是分开，也要到了河对岸才能分开。顾太医给他塞了一粒解药，他吃完过了一会儿才有劲儿。你们别听他的，我们就是镖局的镖师，你们要是搞错了伤了人，回去可怎么交代啊？不怕被军阀处置吗？弄错了我负责，荒山野岭的把你们全杀了，谁又会知道？怎么还不动手？你们是谁的人？来了多少？是不是在追杀陈虎？是谁让你们追杀陈虎的？我们是天刀门的人，我们本来不是专门追杀陈虎的，是雇我们保护的那位贵人被陈虎带人围了，本来贵人已经跑不掉了，但陈虎那边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开了一道口子让我们跑出来了，然后贵人就让我们反过来埋伏陈虎，是贵人猜中了，陈虎果然是能耐，掉下悬崖都能再爬上来，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山里追杀他，先前那些人追到这边就没了动静，我们才跟过来看看呢。果然没有猜错，虎哥还活着。你喝点参茶。柳杏儿接过去，双手捧着。连累您了。老夫收了钱的，谈何连累不连累啊？这是买卖，你也别太担心了，至少知道了陈虎有可能还活着。这个晚上，柳杏儿失眠了。虎哥，你在哪儿啊？你让我找到好不好？忽然他感觉到地面在震动，柳杏儿连忙爬起来跑出了帐篷。啊，不好，是雪崩！虽然没有看见山头上有雪滚下来，地面震动的也不是很激烈，但依着他的经验能断定这就是雪崩。快跑！他那帮人包括猎户全跑了，完全没有管柳杏儿几人。两个仆妇吓坏了，也跟着跑，只有陈虎跟柳杏儿的4个人没有跑。别管我，你快跟他们跑！来不及的，我们把东西搬到巨石下面去，把帐篷撑在巨石下头，所有的帐篷都拆了，快！吃的、爬犁、柴火全搬下去。巨石下有个凹进去的地方，正好可以让他们容身。震动越来越大，他们听到了轰鸣声，所有人都紧张得很。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他自己的耳鸣声非常非常清晰的时候，仿佛听到顾太医在说：过去了。娘子，要不要出去看看？柳杏儿点点头。这么恶劣的环境，他还好吗？还是你聪明啊，不然咱们就算是跑出去了，手边啥也没有，最终也是个死字儿。娘子，回头你和顾太医做爬犁，我们来拉。柳杏儿把2副简易的滑雪板拿出来给他们，你们绑在脚上试试，用木棍一撑就可以滑着走。几个人都不笨，学一会儿就学会了，几个人就这么上路了，这样的确省力很多。还要找陈虎，柳杏儿拿出舆图看，估摸他们所在的位置，陈虎可能在的位置。放下东西滚，老子可以留你们一命。天刀门的人？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天刀门的人？自然是谭门主告诉我的。你认识门主？你们门主是我姐夫，不是正经姐夫，我姐姐是他的外室。顾太医这会儿也没管他们，在给杨六和董栓子取剑疗伤。这老头智商是个老手，他们到底是啥来头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贵人身份贵重，门主怕任务有差池，就带着我和爷爷去到贵人身边。听闻那个陈都头有点厉害，门主就派人带着我和爷爷进山，想帮你们一把。结果遇到了雪崩，门主给我的人都折了，只剩下我和爷爷，还有我们自己的几个护卫。可惜被你们杀了一个，伤了2个。知道的还不少，看样子这女人说的应该是真的。咋整啊？杀人了，2字结大了。不然一不做二不休，反正杀了谁也不知道是我们杀的。放心，我不会计较的，死一个护卫而已。冰天雪地的林子里，多一个人多1分生机。我这个护卫可不便宜，等出去以后，你们不赔个200两银子，我肯定是要跟姐夫告状的。2人这才将刀入鞘。你们明明还有剑，为何不把我们全杀了？剑用1支少1支，在山林里可不敢把剑都用光了。还挺聪明，姐夫教导有方啊。可惜什么？你们不杀我们，死的就是你们了。柳杏儿哭着跑向陈虎，陈虎咧开嘴笑。我就知道你稀罕我，看看都追到林子里来了。柳杏儿扑到他怀里抱住他的时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就这么想我？
咱们把营帐扎远点儿，夜里我就在这林子里把你喂饱了。啥时候了还惦记这事儿？不过这人还能说骚话，说明人没啥问题。虎哥，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啊！顾太医给陈虎把脉，你别丢下我好不好？我才找到你呢，只要你能醒来，你以后要干啥我都依着你。先熬着给他灌下去，虽然我带的药不全，但是好在保命的药丸子没少带。眼下陈虎不宜挪动，不然呢，咱们该想法子下山找个镇子，不好采买点药材啊。我已经给他扎了针了，要紧的是今天夜里啊，他肯定是要起烧的，到时候你用热水头帕子给他擦擦身上的汗，如果他冷呢，你就想法子暖暖他。好。柳杏儿接过草药，把它们放进罐子里，再放到简易的灶上去熬煮。剩下的粥您和2个伤员吃吧，我一会儿用姜汤泡馍馍吃。顾太医也没矫情，一把老骨头跟着年轻人在冰山雪地里熬，他可不敢亏待自己。半夜陈虎果然烧起来了，顾太医没法子，该给他吃的药吃了，该给他扎的针也扎了，剩下的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柳杏儿折腾了半宿，结果陈虎半夜发起了寒。柳杏儿忙将2张羊皮和2件厚棉袄盖在陈虎的身上，可他还是冷。柳杏儿没法子，他把陈虎的大脚丫子从被子里掏出来，撩开自己的衣裳塞到自己的怀里。他的大脚像冰砖一样，冻得柳杏儿直接哆嗦，热乎乎的肚皮没多久功夫就被冻凉了。他只能将他的脚往上头再挪动，等肚皮重新暖和起来再给挪下来。这时心口也凉了。这样也不是个办法，这么个无法总有些顾头不顾腚的感觉。我果然是心爱小媳妇儿啊，人都死了还惦记着这对白兔呢。可惜啊，不能实现诺言，在除夕前回去找他了。也不晓得过了除夕没有，若是没过，魂儿飞回去也该算的吧。陈虎动了动手，等他魂飞魄散就再摸不着了，他得多摸一摸。柳杏儿被他抓得疼，见他瞪着个眼珠子盯着帐篷。虎哥你咋样了？你说句话好不好？他想起身，一动弹就被陈虎给摁在了怀里。让我再搂会儿。柳杏儿砸到他怀里，压到了伤口，他感受到了一股子湿意从胸口蔓延出来。陈虎闷哼一声，他的眼珠子陡然瞪大。我操，老子真活了！你的伤口在流血了。陈虎咧嘴嘿嘿笑，他松开了柳杏儿。活了就要珍惜，不然小媳妇就要成寡妇了，老可怜了。柳杏儿连忙起身，慌忙从被褥里把自己的衣裳扒拉出来，几下穿好。顾太医，陈虎醒了，你来看看啊！他胸口的伤又渗血了，您赶紧给看看。说完，柳杏儿就慌忙去准备热水。顾太医把绷带拆开，露出一个3寸长的伤口来。都说了他的伤口很严重，要小心要小心，你怎么……老头，不许凶我婆娘，跟他没关系，老子弄的，就想知道老子是死是活。顾太医翻了个白眼儿，心说这是哪家神仙放出来的棒槌？你的手再重点就不用搞清楚，必死无疑了，伤口太深了。如果把伤口缝起来呢？把伤口化脓啊，主要是针线这些东西脏东西碰了伤口会坏得更快。顾太医手里的药不齐全，还没有麻沸散，杀邪的药手边有，但是不多。行李里有烧酒，我可以把烧酒提纯成酒精，用酒精可以给手术器具消毒。但柳杏儿又迟疑了，万一失败了咋整？陈虎的命就……那就缝起来，别墨迹了，死马当活马医吧。老头，你说说，就我这样的，缝和不缝，哪个活下去的机会大？行吧，反正我手里有家伙事儿。麻沸散没有，但迷药还剩下一点，可以加点药改造，多少能有点用处。没有专业的器皿，柳杏儿就用现有限的东西蒸馏酒精，浪费挺大，好在够顾他医用。给陈虎服了改造过后的迷药，他就让柳杏儿给他打下手，他给陈虎缝针，他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并处理了，然后缝到一半，陈虎就醒了过来。没麻药了，不然就缝一半，反正剩下的也不长了。你一个太医这么不严谨的吗？
您能不能扎针帮他止疼？扎针止疼要2个人配合才行，一个人扎针，一个人缝针，不然你来缝针，和缝衣服一个样的。你认真的？瞅着陈虎额头上的冷汗，柳杏儿不行也得行。你自个儿缝的，往后不许嫌弃难看。柳杏儿瞪了他一眼，把一块叠好的帕子递给男人咬着，麻药的劲儿散了，得有多疼？柳杏儿完全没法子想象，她只能硬着头皮上，学着顾太医先前的手法给陈虎缝。但他下手不果决，而且这缝肉和缝布是2回事啊！陈虎脑袋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但陈虎愣是一声疼都没哼出来。一截小小的伤口，愣是把他缝得满头大汗。伤口缝合完了以后，柳杏儿几乎瘫倒在地上。你也歇会儿，怕得要老夫来熬。我来吧，你也累够呛。顾太医也不逞强，回自个儿帐篷歇着去了。柳杏儿一边熬药一边熬肉粥，人虽累，但到底放心了些。勺子凑到陈虎的唇边，陈虎却不吃。我昏迷的时候你咋喂我的？还那样喂我？你昏迷了怎么知道？中途醒过，以为在做梦，就又晕过去了。药太苦，我自个儿喝。你学那样喂我吃粥就好。刘杏儿端着碗，眼泪大滴大滴的往下掉。陈虎一下子就慌了。你咋的了？哎呦，祖宗，你说啥我都听。你欺负我，你出事了我就担心，我还得稳住家里人。一路上都提着心，遇到了天道门的人，后来又遇到雪崩，买来的仆妇和请来的士兵全跑了。昨夜你起热，后来又发寒，我一直绷着心。你能不能好好吃饭，好好喝药，别折腾我。他也是心弦绷得太久太紧了，一下子爆发出来，就有点刹不住车。祖宗，我错了，等我好了，你想咋地就咋地，好不好？别哭了。然后男人求着柳杏儿给他喂饭，说他饿了，让柳杏儿喂快点儿。帐篷又不隔音，顾太医他们全听见了。这一口强塞的狗粮有点多，一下子就把人给塞饱。柳杏儿也没哭多久，陈虎愿意吃他就愿意喂。这次陈虎屁都没放一个，全程乖巧脸。给陈虎喂完药，柳杏儿合衣在陈虎身边躺下，心里的大石头暂时放下，他几乎是秒睡。他还打起了小呼噜，给陈虎既愧疚又心疼，浑身是伤的他想搂人办不到，只能摸索着把小媳妇的小手抓进掌心。他也闭上眼睛睡了过去。柳杏儿这一觉睡得老香了，她是被陈虎给捏醒的。媳妇儿，我想尿尿，快炸了。柳杏儿忙起身出帐篷，外头的天果然已经黑透了。这趟进山啥都带了，就是没考虑到夜壶，就找了个水囊，用刀把水囊的口子给切下来，这样口就能大点儿。他拿着水囊进屋，给陈虎解开裤腰带。尿吧，你慢点，别露出来了。陈虎傻眼，给他自己都整得不好意思了，那水囊差点没撑爆了。他越是不好意思，就越想显得没有不好意思。男人嘛，可不能丢脸面。咋样，我厉害吧？你跟了我，可是捡着宝了。柳杏儿噎住，这张嘴就没有不欠的时候。几个人在林子里住了几天，好在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陈虎的情况稳定了下来，其他2个人的伤也恢复得不错。顾太医就建议派人下山找几个帮手，把陈虎给弄下山去，顺便在山下村子里租一套院子，让他们可以暂时住一下。县城，崔之义等来了雪崩的消息，他呆愣在那里，久久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在县城等信儿的镇远侯也被这个消息给打懵逼了，他后悔那个时候没有派人将柳杏儿给拿下。为着等消息，江氏和陈家人都来了县城，等到现在却是雪崩和又搭进去一个人的消息，江氏当场就受不住晕了过去。福川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陈家3兄弟也傻了，他们自责不已。不管外头咋传，你们自己个儿不许乱了阵脚。我给他们算过卦，有惊无险。你们好好的把家里稳住喽，该干啥干啥，好好等着就是了，莫让旁人看了笑话。于半仙这话一出，
所有人的眼中都迸发出希望的光。这两口子的瓜都是看不透的，哎呀，眼下也只能是听天由命喽。哎，没想到啊，陈虎没了，他媳妇儿也跟着没了。听那肖勇说，雪崩的方向正是陈虎媳妇儿去找他的地方。或许这就是命吧。不过他们夫妻一起走，黄泉路上倒也不会孤单呢。是啊，谁知道这次任务这么艰难？若不是你，估计那些乡勇能回来的少。这次陈虎折了，团练那边估计大人会交给你。恭喜你啊，兄弟！哎，这句话可别让人听见，不然误会我怎么办呢？我跟着陈虎一起出去，结果他没了，我还好好的。是我不好，这个时候是不好说恭喜。哎，不过你也不用想太多，出去剿匪哪有不死人的？他就是这个命，他媳妇儿也是。或许是报应吧。柳杏儿和陈虎在山边的一个小村落住了下来，住在一对老夫妻的院子里。老夫妻男的姓邵，女的姓温，都是唯唯诺诺的老实人。柳杏儿给了他们一锭银子，请他们去村里帮忙多买点鸡鸭鱼啥的，还有细粮，能买多少就买多少。老两口去村里这么一买，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两口子家里接待了贵人。柳杏儿把陈虎的文书和腰牌拿给村长看。我们都头是定陶县的，奉命进山剿匪，结果遇到雪崩，不知村长能不能派人去一趟定陶县，去通知一下定陶县衙的人来接人。雪崩阻断了出村的路，要等到不下雪了才能带人去清路啊。这要等到啥时候啊？娘他们还不得担心死啊？杨六请村里人带他去看了，出村的山路确实是被大雪给封堵了，不只是雪，还有很多从山上滚下来的树木和石头，想清理出一条路来很难，两人都没办法，只能等。好在村里有郎中，家里有不少草药，顾太医跟着他去买了不少回来。哎呀，不知道咱们回去的时候啊，坟头会不会起来了呀？顾太医苦中作乐，咱们回去，他们发现白马棺材白磕头了，会是什么表情啊？柳杏儿无语。哎呀，我得去看他们给我点的穴风水好不好。那风水好，我以后就去吹；风水不好啊，就请于半仙儿重新给我找个地儿。您将来不是进祖坟吗？进祖坟怎么选？祖坟的山头大，也要分前后和东南西北。原来这样啊！六爷，民妇给六爷见礼了。兰花，快给六爷行礼。民女见过六爷。你们是？回六爷的话，民妇是少儿媳妇，您几位租的是我家亲大哥的房子，这房子呀太破了，您几位哪能在这遭罪呢？我家那边要宽敞些，已经收拾出好几间屋子出来了，民妇这就来接几位过去住。不必了，我们都头身上有伤，不宜总是挪动。还有别的事吗？我这和顾大夫正商量事儿呢。我们这就出去，六爷您忙，您忙。哎呀，真香啊！他拿了个碗出来，把锅里的鸡腿扯下来2个，又扯了好些肉放碗里。只有2只鸡，咱们再把剩下的鸡腿吃了。都头他们问起来可咋整啊？受伤的人喝点鸡汤就行了，哪能大口吃肉啊？六爷和朱爷2个又能吃多少？两母女在灶房吃得可欢实了。邵大两口子回来看到这一幕，脸都吓白了。老儿媳妇啊，这是人家都头的吃食，你和兰花怎能这样啊？切，怕啥呀怕？我让兰花去给都头送吃食，我把兰花好看嘴甜，跟都头多说几句好话就是了。都头万安，小女邵兰花是来帮大伯大伯娘照顾都头的。都头，小女来伺候您喝鸡汤。正当他弯腰要搀扶陈虎的时候，陈虎吐了邵兰花一头脸。他不是故意的，他真的是被恶心的。邵兰花尖叫着跑了出去。柳杏儿要进来看，陈虎不让。你别进来，先让人进来打扫一下，让邵大爷邵大娘去给我烧点热水洗漱一下。柳杏儿秒懂。邵二嫂，就麻烦你去都头屋里打扫一下了。柳杏儿点了名字，邵二媳妇就没办法，只得在柳杏儿注视下捏着鼻子去陈虎的屋子里打扫。老两口端着热水来了，柳杏儿就进去帮他洗漱。哎，你赶紧出去，又不是没有干活的人。属下怕他们伺候不好都头，都头照顾好您是属下的责任。说话间，他已经把帕子投了给陈虎擦脸。陈虎没法子，他现在就是头被人捆住手脚，完了爪牙的老虎，
只能任由柳杏儿揉扁搓圆。你们出去吧，都头才吐了，这鸡汤就喝不了，端出去吧。连我那份和剩下的全倒了，谁也不许吃。这也太浪费了吧！哎呀，成，柳爷您放心，我这就把鸡汤都倒茅坑去。邵大爷羞得老脸通红。那个，要不草民把银钱还给都头，柳爷您几位去村长家借住吧。他家老二媳妇不是个消停的，今儿能来吃人家的鸡，明天就能来扒拉别的。都头不宜挪动，就在这住着吧。邵老二家一锅鸡汤，一家人吃了个肚滚溜圆，一点儿都不剩。郎中快点，邵老二一家子全拉裤兜子上了。邵老大两口子一听就慌了，忙跟着郎中一起过去。你给下了多少啊？那一小包药粉全下了。难怪了，你忒败家了。老夫的药都是精品，下一点就行了。我手抖。手抖个屁！明明是那家人打陈虎的主意，你生气了。哼，下回手不许抖啊。嘿，下回我就不用泻药了，您这药太金贵了，不合适。媳妇儿，我今天很高兴。为啥高兴？你生气了？啥人啊？我生气你高兴？你因为那个娘们勾引我生气了，我就很开心啊。你放心，就是来个天仙在我面前脱光了，都勾引不走我。柳杏儿没想到他是为这个高兴，心里忍不住冒泡泡，面上却凶陈虎。你小天仙不说，还想看人家脱光，眼珠子给你戳瞎了。仙女儿也不看，就看你，这辈子我都是你的，你一个人的，开不开心？柳杏儿被他炙热的目光盯得红了脸。陈虎瞅着柳杏儿端着碗出去的背影，老夫老妻还害羞。半夜，邵老二两口子摸出家门，先跑去邵老大那里，翻墙进去把灶堂里的火给灭了，然后两口子跑到老两口的老房子那边，爬上灶房顶上堵烟囱。你们这在干嘛呢？邵二媳妇吓得手一歪，梯子就朝他这边倒，被梯子砸到的邵二媳妇也惨叫起来。再嚷嚷，老子把你们扔山里去喂狼！朱大把两人捆在树上。你们来干啥来了？不许吼啊！当然了，吼也没事儿，回头路通了就把你俩送衙门里去。屋里有烟腾了起来，柳杏儿和陈虎都咳嗽起来。点灯一看，烟是从土炕的缝隙里冒出来的。现在没地方找泥，柳杏儿就把剩下的白粥拿来搅和成浓稠的米汤汁儿，用它来糊炕上的那些冒烟的缝隙。烟囱那儿被邵老二那王八犊子给堵了。杨六和朱大在想法子清烟囱，故而堵漏的活只有柳杏儿和顾太医自己上。陈虎躺在炕上，能动的手帮柳杏儿抠他能够得着的缝隙，抠着抠着，陈虎竟然徒手抠掉一大块。两人凑过去看，哟呵，这土砖下面竟然是铁。于是柳杏儿干脆拿来陈虎的刀去撬，竟让他撬出来一个铁盒子。你去让朱大给我找根铁丝来。柳杏儿拿着洗过的铁丝进屋，递给陈虎。陈虎躺在床上，眼睛不好盯锁头，他完全是单手估摸着操作，结果还是2下就把锁头给打开了。我都有点怀疑你是不是锁匠了。哼，我谢谢你没怀疑我是梁上君子。柳杏儿打开铁盒，发现里面是几个竹简。柳杏儿打开一看，每一片竹片上都写着，例如大晋嘉定某年某月某日，孝敬某官员多少银子，多少黄金，红珊瑚1对，玛瑙多少，珍珠多少。这是账本啊。陈虎的神色变得十分复杂起来。让他们在这屋里搭一张简易的床，然后把这张炕全给拆了，账本收好。几个人把陈虎抬到刚搭好的简易床铺上，陈虎就喊他们把炕全拆了。结果拆出来的炕把所有人都惊呆了，里头有好些铁箱子整整齐齐地排在两边。那我的炕拆不拆啊？这边拆了，你那边也没法子用了，拆吧。然后顾太医那边的炕也拆了不少铁箱子出来，陈虎让人将铁箱子全搬到他的房间，然后给顾太医在堂屋把床铺搭好，然后让杨六用铁丝把所有的锁头全捅开，就让他们都出去了。柳杏儿把锁头全部都打开，好几个箱子装的都是竹简，剩下的箱子装的全是金锭子。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透出去，但凡走漏一点风声，所有人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事儿我们担了。大人，他们夫妻怎么处置啊？邵大两口子冻死在床上，
村长带人去看，灶堂的火是被扒拉出来的，窗户纸也全部都被捅烂了。村长让人去找邵老二两口子，结果还是邵宝根去上茅房的时候，发现他爹娘都死在茅坑里。这两口子穿得周周正正的死在自家茅坑，用脚丫子想都不可能是去上茅房。邵大两口子是邵老二两口子给害死的。哎呦，报应啊！他们要不是想着半夜去作孽，咋会回来就掉茅坑啊？可不咋的，老天爷都看不顺眼。不过是自己的亲大哥没有昧着良心帮他们说话，这两口子就把人给害死，简直可恶！消息传到柳杏儿耳朵里，柳杏儿连忙带着顾太医去看邵大夫妻。还没有断气呢，只是气息和脉象太弱了。可是都这样了，也是救不回来了。未必，柳爷，你马上让人烧炕，把窗户糊起来，这个屋里点2个炭盆。1个时辰之后，顾太医满头大汗的出来对大家说：人救过来了。村长，您找2个人来照顾他们吧，这个钱我来出。说完，他就拿了10两银子出来。这个钱是给村里的，我们来村里住也给你们添了麻烦。您看照顾梁老的工钱要多少？回头梁老好了，到我这里拿。哎呦，多谢刘爷呀！村长当即点了2个靠谱的婆子来照顾着邵大两口子。柳杏儿问陈虎账本怎么处理，陈虎说这个账本对他来说有大用，比这些黄金值钱1000万倍。于是柳杏儿在照顾陈虎之余，就每天看账本，硬是把这些账本给背了下来。春暖花开，冬雪融化，柳杏儿拿钱出来，让村长组织人手去把路给挪开。不管如何，我还是感谢他们能二话不说把院子借给我们住，不然我们都头的伤那么严重，总是挪动对他的身体不好。眼下我们也快走了，就想着把他们现在住的房子给他们买下来，然后再帮他们买20-30亩地，往后他们把田地垫出去也能有个嚼用。我们在村里养伤的时候，村里人对我们也很和善，故而我想着给村里留200两银子，您找个房子，请个夫子，开个学堂，给村里的娃娃们启蒙。200两不多，但也够村子开10年的私塾了。村长一听，顿时大喜过望，他连连替村里的娃娃们向柳杏儿道谢。他们村子真的是遇到好人了。都头是进山剿匪受伤的，那些都是悍匪。我们走了之后，不管谁来打听，你们都不能说出我们的事儿，就说山村被雪封了，没有外人来，免得招来无妄之灾。放心，我会跟大家通气儿，管束好大家的。他单独给了村长50两银子。这事儿您费心了，这钱您安心拿着。对了，我们住的那房子以前是谁住的？他家是没人了，还是举家搬出去了？哎呀，是家里没人了。那家呀也是姓邵的，邵老大呢要喊原来的房主一声三表叔。邵三爷爷年轻的时候村里闹饥荒，就把自己个儿给卖了，给家里面的人呢换了些粮食。然后这一走20多年，等他回来之后，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他了。再后来呢，他也进山了，便再也没有回来，那房子就空了下来。房子不是外来人的，是姓邵的。柳杏儿记住了这条线索，等了半个月，路一通，村长带着村民们去送，邵兰花两姐弟就冲出来拦住了马车的去路。都头，您不能这么走了，你摸了兰花儿，您说了要娶兰花儿为妻的。陈都头，你都摸过我姐姐，还亲过她，你不能不要她。你要是不要我姐姐，我们2个今儿就撞死在这儿。我们都头只是被你抛媚眼给恶心吐了，当天是有人看见的，可没有亲你，你可别瞎说。另外，我们都头可不会娶你，他有娘子，娘子还貌若天仙，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让我们都头娶你？车里的陈虎听了这话，浑身的毛孔都是舒畅的，那叫一个得意。众人哈哈大笑，都纷纷帮着陈虎他们说话，给邵兰花和邵宝根气得不行。邵兰花就开始寻死觅活，撒泼打滚。不过你若是愿意当妾，都头不行，我倒是可以考虑的，你乐意不乐意？咋的了？我都没拿钱，媳妇儿要拿钱，这成何体统啊？乐意。你可想好了？想好了就跟着走吧。两人生怕被甩下，麻溜地爬上了马车。你怎么带上他们了？留下来做什么？村里人为了自身安全，肯定不会说我们来过。可是这2个人不一定，万一真有人找来，这2人是必定要卖我们的。早知道就不暴露身份好了。没啥大不了的，
那个少三爷估摸着在外头是隐姓埋名的，不然也不可能带走这么重要的东西，还那么多年没人找来老家。不过你做的对，小心总是没错的。家有贤内助，我这辈子稳了。哼，油嘴滑舌，全是真心话。不信你摸摸我的心，看是不是扑通扑通的在跳。他养了这么久，已经可以让人搀扶着走了。柳杏儿嗲他一眼，这2个人你别管了，我来安排。别动不动就杀人，远远的给打发出去就行了。知道。你快坐好，不行就躺下，别把伤口给扯着了。唉，不知道娘和福川他们怎么样了，肯定得以为我们出了意外，肯定伤心死了。要是那样，于老头就太没用了。他不是半仙吗？这都糊弄不了，还当什么半仙儿？事实上也确实是出事儿了。江家的糕点铺子爆出吃死了人，那家人抬着尸体堵门，然后把江老爷子给打伤了。江木生在去送货的路上货被抢了，人被捅了一刀，因为没有货物给人家，还赔了一大笔钱。江水生去柳杏儿的庄子时，马忽然惊了，拉着车狂跑，把江水生甩了出来，人摔成了重伤。几个孩子去私塾的时候，被路边冲出来的狗给咬了。江家一家子人受伤，但还是被抓进了监狱。江水生的媳妇雇车去定陶县，想找人帮忙，半路就被拦路抢劫了，人也给绑了。当初我就来让叔你们去避避风头，可你们现在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不然你们妥协吧，把房子给出来，说不定这事儿还有转机。房子我是绝对不会给江茂点的。老三呐，你帮我跑一趟定陶县，去找定陶县的捕头，再帮我找个郎中，把我们家老大救过来，这房子我就给你。江老三心中狂喜，这是族长家定得太死了，我爹都是想了好多法子我才能来的，城外啊都有人盯着，我不一定能出得了城。你不答应就走吧，我当你没来过。疯子，我们全家人带棺材里去。你老可千万别想不开呀！我先想法子给水生大哥请大夫，只是县城我肯定出不去。行，谁把水生治好了，谁把我们一家子弄出去，我把房子和田地给谁。明天傍晚就能进武安县城，到时候先去老爷家一趟，他们担心太久了，好叫他们安心。我也是这么想的。姥姥不知道哭成啥样了，咱们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早点睡，明儿早点起来好赶路。好，睡觉。柳杏儿把她的大手扯到肚子上，给我捂捂肚子，肚子凉。她的手掌宽阔，捂在肚子上暖乎乎的，十分舒服。柳杏儿很快就睡着了。大人，不好了，钟家被灭门了。钟家？哪个钟家？是状告江家的鸡蛋糕吃死了他们家老爷子的钟家，不过也不是死绝了，他家老幺不见了。这种灭门案要影响他政绩的。查。是。很快钟老幺的事儿就被查清楚了。他这几天都在赌钱，头天晚上输光了，放话说回去取银子，但他一去不回。县令亲自去现场看，钱全部被翻走了，于是这个案子就破了。钟老幺赌红了眼，回家要钱，家里人不给，他就把家里人全给杀了，偷了钱跑了。钟家人全部死光，江家的案子也就再无转折。县令派人去给江茂典说，让他要干啥赶紧，江家的案子这几天就要定了。现在只有族里可以帮你们，只要你们把方子交出来，族里倾尽全力也会把你男人和你儿子救出来。一旦县令大人把公文送去刑部，就没有机会翻盘了。我知道了，我会考虑考虑的。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拎不清？再考虑你男人和儿子的命就没了。他们是明天就要杀头，还是后天就要杀头？我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主？少不得想法子进去问问老头子的意思。要是你家老头子不同意呢，你就看着他去死。那我就自个儿做决定。可咋地我也得先问问他是不是。可惜呀，不让探监。走走走，我带你去。我这张老脸还是有点用的。我只有一个要求，把我大儿媳妇找来，她回来了，我给方子，说再能把我们给捞出去，我就把家产全给你。行，我这就花钱请人疏通关系去找他去。
也罢，你跟江老头说，人是江茂典绑的，但族里的人都知道，你瞒着江茂典找别的族老，但族老们要求一手交人，一手交方子，这可咋整啊？娘，就算是斩监侯，也要秋后才问斩，这才春天呢。眼前要紧的呀，是把大嫂给救出来。你可以给江茂典一个假方子，把他打发走，真的方子用来救大嫂。这次的事儿啊，就是江家山在搞鬼，他们谁跟你说啥呀，你都不要信。一会儿江七太爷家的江老三要来，我估摸着他们肯定要提一手交方子，一手交人的事儿。你让老二媳妇啊再跑一趟赌坊，问赌坊借点人手。江老太太一一记下，出去之后，他就照着老头子的意思，给了江茂典一个假方子。你可要说话算话，尽快把我家老头子给捞出来呀！行，我知道了。柳杏儿和陈虎进城，没有直接去江家，而是去客栈先休整一下，却听到一个让他十分震怒的消息：卖鸡蛋糕的老江家，鸡蛋糕吃死了人，恐怕要判斩监后。朱大、杨六，你们带着娘子去老爷家一趟，把耳目避开。谁呀？姥姥，是我，杏儿，快开门，有盯梢的，您别声张。杏儿啊！满头银丝的江老太太一把抱住柳杏儿。你咋样了？没事吧？陈虎呢？陈虎有没有事儿啊？我没事儿，陈虎受伤了，不过有顾太医在，他也没事儿，快好起来了。柳杏儿问他这到底是咋回事儿？是江家山呐，江家山那些黑心的可不只打的是方子的主意，他们还想把我们一家子都搞得活不下去，他们好发绝户财。五头牛也全都是受伤躺在床上，他们是想让我们老江家断子绝孙呐。我二舅母呢？在伺候那几头牛，明儿要去救你大舅母。柳杏儿差点没被气死。姥姥您放心，我回来了，老江家谁都不会有事儿。回到客栈之后，柳杏儿就把江老太太跟她说的全告诉了陈虎。陈虎让杨六立即回定陶县，悄悄把人手调派过来。莫怕，一切有我。我已经找人当街斗殴伤人，混进牢房了。你和朱大去牢房，给点银子贿赂狱卒，说你是丁寻的姐姐，去看看他。老爷，二舅，我活着回来了。我就说我们杏儿不会有事儿，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老爷好着的，一点事儿没有啊。倒是你咋样啊？陈虎咋样啊？他没事儿吧？没事儿，老爷，我们都没事儿。从现在开始，别怂，啥也别顾虑，不是你们干的，就是不认罪。我和虎哥很快就会把你们给救出去的。听你的。我得走了，大嫂没回来之前还不能打草惊蛇。陈虎不知从哪儿搞了个轮椅，在一楼大厅坐着等柳杏儿。买了个宅子，我们去宅子里住，钱给了牙行，契约也签好了。我跟牙行说好了，过几日等我身子过好些的时候，再去衙门盖官印。洗漱过后躺上床，柳杏儿睡不着。陈虎捏了捏她的手，这些事儿不用你费心。于半仙让陈虎派人悄悄接过来了。这会儿两个老头正关在屋里加班做迷药呢。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放心，我会让你满意的。顺吧，乖，明天你还带人去救你大舅母。柳杏儿原以为自己会睡不着，可在陈虎含糊不清的低沉哼哼声中，她还是很快就睡着了。蒋有田，你给脸不要脸！你家臭婆娘竟然敢用假方子骗老子！尝过烙铁的滋味没有？今儿个也让你们好好尝尝。说着，他手里的烙铁就要往下摁，然而关上牢房门的狱卒却突然出手打晕了这两父子。江老太爷，江二老爷，我们是都头的人，都头让我们来救你们出去。这里有热水，你们赶紧洗洗，然后把衣裳脱了，换上他们两个的衣裳。他们醒了就会发现我们被调包了，到时候我们会不会成为逃犯呢？不会，都头有安排。这两人醒来只会以为人是江茂典父子俩打的，他们只是在旁边打了个盹儿。都头给的迷药会让他们脑子迷糊。二嫂子，族长要先看到方子，且要试试方子是不是真的才会放人。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的？
一手交人，一手交方子。我男人还在牢房里，我宁愿你们换给我的是我男人，而不是我大嫂。贵氏越说越激动，转身就要走。二嫂子，你先别走啊，我这就去找他们，想把人弄过来。过了一会儿，两个健硕的婆子把憔悴无比的顾氏搀扶下来。大嫂，你怎么样了？大哥已经接回家了，大夫给看过了，他挺好的，孩子们也好起来了。方子呢？这是真的方子，我们说的做到了。接下来轮到你们不得好死了。路边的林子里忽然有无数箭矢射了出来，江老三这边的有一个算一个，全部中箭。同时林子里冲出来一群人，迅速将这帮人堵嘴捆了扛走。贵氏、顾氏妯娌两个被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吓到了。大舅母、二舅母，你们先回去，这件事不用再管了。别怕，我和虎哥回来了。你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部写出来，还有你手里的江家族长的把柄全部交代出来，不然……刘杏儿手里的刀晃了晃，在他面前比划，江老三直接吓尿了。这也太不经吓唬了。快过来，脏，匕首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小心别伤到自己。推我回房间休息一下，我累了。刘杏儿上前推轮椅。好吧。回到房间，陈虎又开始挑剔房间不好，闹着要回县城。回到县城之后，陈虎没让回去，而是带着柳杏儿在城里一顿买，疯狂购物。有没有高兴点儿？要是还不高兴，咱们再出去买。啊，别瞎买了，好多东西买了又用不上，不要浪费钱。可我想你开心啊。柳杏儿闻言鼻头一酸，这个男人真是气人的时候是真气人，可暖心的时候又特别暖心。都头，小的已经把老太和二舅老爷给救出来了，人安置在客房。真的吗？我要去看看老爷和二舅。禀报的人在陈虎的示意下忙追了上去。你自尽，我让我爹救你的爹和哥哥，怎么样？在武安县县令的公文送到刑部之前还有机会。江氏只觉得脊背很冷，眼前的小姑娘明明笑得很好看，但她却觉得这个人像狰狞的恶鬼。你也不必想着去求侯爷，你儿子将来在我的手下讨生活，江家是你儿子的污点，他巴不得江家从此消失，知道这件事之后只会推一把，绝对不会伸出援手的。武安县的事情动静那么大，侯爷怎么能不知道？可是他并没有出手干预，更没有告诉你，言尽于此，怎么选就看你的了。娘，没事了，杏儿和陈虎回来了，爹和你二哥也被陈虎的人给救回来了，他们现在全在杏儿新买的房子里。真的没事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何我在府城一点消息都没收到？顾氏叹息一声，就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说给江氏。江家山那些人真是该死。是跟他说了柳杏儿房子的地址，江氏忙赶过去。娘，你是怎么知道的？江家山的人可是派人盯着呢，按道理消息传不到你耳朵里去的。江氏原本的把在府城发生的一些事儿说了出来，柳杏儿气笑了。这才多长时间，一个个赶着来要他全家人的命。福川不能回侯府，这事儿镇远侯到底知不知道？不管他，明日您带人回府城，把福川和廷哥带出来，然后立刻回定陶县。我也会带着老爷他们回定陶县。这件事没完，但官司要在定陶县去打。陈虎的人多在定陶县，在定陶县便是有什么变故，他们一家人往山里一躲，谁都找不到。镇远侯得知江氏带着福川跑了，顿时震怒。镇远侯命人去武安县抓人，江氏给脸不要脸，就不要怪他不客气。结果去了武安县的人回来说江家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镇远侯立刻命人去查江氏这几天都见过谁。很快他就知道江氏在回武安县之前见过郭如。正当各方都在做美梦的时候，定陶县的登文谷突然被敲响了。敲登文谷的人是养了几天伤以后的江老三。柳杏儿做男装，推着和他一起易容的陈虎来到县衙外头。堂下何人？大人，草民是武安县江家山的村民，
现状告江家山族长勾结武安县县令和一品居构县原江家山村民江有田的点心铺子卖出去的鸡蛋糕吃死了人，又派人接连重伤江有田、江水生、江木生以及江大牛、江二牛、江三牛、江四牛、江五牛，请大人明察，请大人申冤呐！这后生勇啊，竟然敢告父母官！这说起来，武安县的江家和咱们县的乡尉有关系啊。江家山白树几个牌坊了，陈都头夫妻2个才出事，他们立刻就构县人抢方子，也忒不要脸了吧！大胆刁民，竟敢状告上官！其一，你是武安县人，告状不可来我定陶县；其二，本官和武安县令是同级，不能越级受理他的案子。你要告武安县令，还得去府衙。他也不想来告状啊，可是若不来告状，那阎王要活剐了他呀！大人，曹明来定陶县告状，就是怕在武安县被灭口啊！江老太爷和江母生在狱中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江水生亦是生不如死，江家几个男娃全被江家山族长命人找的恶犬咬得浑身是伤啊！大人，他们太猖狂了，曹明这一身伤都是被他们给弄出来的，求大人给曹明做主啊！崔之义的脸色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将此胡言乱语的刁民收监，择日将他押送至府城，请知府大人定夺，退堂。看样子崔县令也是不敢管的，这个哑巴亏咱们吃定了呀！您别着急，咱们还真不会吃这个哑巴亏。他已经写好了好几个版本的段子，陈婷已经让小乞丐出去传唱了，除了本省，还要让人带去外省的书院去发放。武安县的县令和迎安县的知府还能没几个对头，就一个宗旨，闹大。他和陈虎悄悄回来，如今是他们在暗，对方在明，该轮到对方慌乱害怕了。崔之义命人把捕头喊来，让捕头借口家里有事，去武安县按照江老三给的线索查。江家山的人做事儿并不十分严谨，但为何江老三提供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线索，崔顺去了却一个都没查出来？崔顺知道告状的那一家被灭了门，说线索断了。哟，还真是团练营的兄弟啊！你们这是遇到啥事儿了？兄弟，你别问了，这事儿啊，咱们只能告诉县令大人。去禀报的人出来，引着他们去崔之义的公房见他。几人放下麻袋，就给崔之义跪下。罗胜华给县令磕头。县令大人，小人有冤情禀报。说吧，有何冤情？这几人实在是太狼狈了，他们一进门就带着一股子臭味。今日崔都头要杀人灭口，小的才想起来那桩事儿来。崔都头要杀柳三叔之前也承认了是他通敌，然后设下陷阱埋伏陈都头。大人，不管是何下场，便是死，小的们也是甘愿承担。小的们只求大人还陈都头一个公道。说完，他去解开了麻绳的带子，露出里面的崔顺来。当时崔都头正要砍杀小的，不知是谁从他背后射了几箭，救下了小的们。此人必是目睹了当时的一切，若是能够找到他，也能够证实小的们说的话。来人，去请大夫，把崔顺带去医治，再将他们几个带去客院洗漱安顿。没有本官的命令，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们任何人不得踏出客院一步。很好，我竟不知身边的家将也敢背叛我。江家人的案子显然不简单，不然镇远侯为何一直留在府城不走，就是在暗地里调查这件事。崔顺如果真的是在这件事上做了文章陷害陈虎，那谁来了都救不了他。崔之义愁得睡不着觉，解决了一件事之后的陈虎倒是睡得呼呼的，可惜的是小媳妇却要和他分房睡，美其名曰有利于他养伤。刘杏儿精神上放松下来之后，早上就起得比较晚，推开门，陈虎的幽怨脸就闯入了他的眼帘。他抬手摸了摸他的脑袋。等我吃饭？不然呢？等你亲我。等你伤好了，我肯定亲你。陈虎气哼哼地控制着轮椅转身。我就知道最毒妇人心。你说什么？最后一句我没听见。我说我最稀罕你。爹，老三会不会拿着方子跑了？不可能。江七老爷不愿意相信，但是大儿子的话也让他产生了动摇。那您说他去哪儿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就像江茂典父子两个一样。哎，这为了一个方子不至于啊，那方子拿出去就是能卖高价。可是老三有门路吗？啊，我倒是怀疑他被江茂典父子给抓了。对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这一房和江茂典他们就是不死不休了。老大，你就把我们这一房的男人都喊来。老二，你带钱去乡上请些打手回来，老子要拆了江茂典他家。他不知道的是，他们商量的事儿被人偷听了去。你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江茂典家，等他们都打起来了，我就把录影和户籍给你，你就可以远走高飞，换个地方做良民。哎，爷您放心，小的一定把这件事办得妥妥当当的。他是江老二的小厮，江老三跑了的流言是他传的，江老三可能被江茂典给抓的流言也是他传的。江茂典一家人本来就因为江茂典和老大消失不见了乱成一锅粥，忽然听说江茂典和老大是被江七太爷家给抓了，方子也是他们抢走了，却倒打一耙说是江茂典拿着方子跑了，叫他们一家子这些时间被族人们堵着骂。经闻这个消息，江茂典家的人哪儿还坐得住啊？正式去找江家三老太爷哭诉。三老太爷震惊，连连说不可能，但他还是命人去将别的族老们给喊来了。江茂典另外两个儿子也和那边一样，一个去召集他们这一房的青壮，一个拿着钱去找外援。朱大的人盯着，他的人在半路拦下匆匆揣着钱去找人的江汉亮。把我们家老三交出来！江家其他房的青壮从堂屋等地方冲出来质问江七老太爷。七老太爷没想到有埋伏，他愣了一下。朱大的人不等双方把话搭上，直接从腰间抽出用木包铁，冲上去就对着其他房的人下狠手，直接砸脑瓜子。杀！打死这帮逼孙儿，把我们三姨救出来！杀！见血了，好像还出人命了。江家族里的这些青壮能干，双方就这么打了起来。朱大的人让他们打成一团，直接带人冲到后院。江家山的族老有一个算一个，全部砸倒在血泊中。这帮人没有丝毫停留，打完人就从后门跑了。报官啊，赶紧报官啊！齐老太爷杀人了，杀红了眼溜来杀咱们咋整啊？朱大深藏功与名，悄悄退走。武侯铺的人一听说是杀人大案，又是那么多人混战，忙纠集人手，匆匆赶往江家山。大门打开，血流成河，除了一脸懵逼的七老太爷，躺在血泊中的青壮死的死，伤的伤。幸好他们把孩子送别家去了，不然得被灭门呐。七老太爷是真的狠啊，为了当族长真是下得去手啊。外头的喧嚣仿佛被一道墙给隔绝了，不着急的柳杏儿安心在家给一大家子人补身体，每天变着花样炖各种药膳汤。药膳方子是顾太医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开的。陈廷三兄弟没去念书，和福川一起，几个小的天天在家里忙活，伺候几个病人。小老三虽然瘸腿，但是杵个拐杖，行动可利索了。他已经拆了甲板，腿骨恢复得不错，只是还不能长时间站立和走动。还是年轻后生好啊，伤那么重，这么快就活蹦乱跳了。顾太医重新给姜木生接了骨头，陈虎的轮椅给了他。你老这体格子很好了，换个人啊，早就折在牢房里了。不愧是做了好多年货郎的，一句话就把老爷子给哄高兴了。哟，虎啊，你咋来了呢？快进来坐，你可得多歇着。虎啊，他可不就是虎咋的？陈虎瞪了一眼柳杏儿，就把江家山的事儿说了一遍，听得一屋子江家人目瞪口呆。武安县那边已经传出消息了，2天后菜市口开展，你们要不要去看？如要去看，我就安排。看，必须去看。会不会很麻烦？毕竟老头子和木生应该在牢房里的。那爷爷和二叔爹不去，我们去。我们去了之后回来跟你们学。老天开眼啊，让他们狗咬狗。没死的也在牢房里关着，等待他们的不是秋后问斩，就是流放3000里。想去都去，到时候让杏儿给老爷和二舅捯饬一下，绝对让人认不出来。虎哥，根本就不是什么老天爷开眼，是你的手笔是不是？如果没有人在中间搞事情，江七老爷不可能跳那么大一个坑，哪有那么巧？内讧直接团灭了一整个领导班子和他们的核心力量，釜底抽薪也没这么刺激。陈虎认真观察了下柳杏儿的神色，
心里斟酌着该如何回答。他有点怕柳杏儿觉得他太过狠辣，这里头或许有些人是被裹挟的无辜的人，但陈虎是战场上下来的人，太清楚，只要是上了战场，就没有什么无辜不无辜，只有敌我之分。好不容易小媳妇不怕他了，别一下午又回到从前。我天天在你身边，咋去搞事情啊？晚上睡着了，灵魂出窍出去的，时间也对不上啊。兴许就是他们干坏事干太多了，老天爷看不过眼呢。他们那么坏，就算是被朝廷灭族了，我也不会可怜他们。如果让我知道了是哪个壮士干的好事儿，我肯定会好好感激他的。哼，钓鱼，绝对是在钓鱼，我肯定不上当。咱们给钱谢，反正不差钱儿。柳杏儿搂着他的胳膊，在他脸上吧唧亲了一口，眼睛亮晶晶的。哼，你不承认我也知道是你，因为这个世界上也只有你会为我做到如此地步。知县报上去斩将后，刑部批示的斩立决，这个案子不至于啊。哼，果然是酒能饭袋。斩立决，现在把人给杀了，将来我们岂不是都得躲藏着做人？你们安心把伤和身体养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去牢房里待几天，到时候先申冤。县令斩杀的人是谁你们不知道，反正就是糊涂县令办糊涂案，糊里糊涂杀错了人，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廷哥写的画本子再有几日就印好了，到时候命人传遍府城书院和京城书院，不愁没有人弹劾武安县县令。娘子命人传的流言在定陶县倒是人尽皆知，但在武安县没人敢提及。小的去查探过，县令下了令，谁胡说就要被抓起来挨板子论罪。没关系，现在他压得越狠，说明他越心虚。上头若是派人下来查，就很容易查到。柳杏儿等人到了茶楼，包间还挺大，大家落座，点了茶水点心。小二刚推到门边，江老太太就把人给喊回来了。她掏了一锭差不多有10两重的银子给他，找几个人挑了粪水挤进去，等人犯押到了法场，去挨个给泼粪，重点泼江茂典。你识字不啊？哎，小的识字，你放心，看样子是大仇啊，不共戴天的那种。娘，我不想死，都是齐大爷他喊咱们去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把人给打死了，我害怕，我还没娶媳妇儿了。妇人抱着青年痛哭流涕，嘴里咒骂着江七老太爷，他真的是把这一房的青壮全都祸害干净了。哼，七老太爷，我们已经把你爹娘的棺材挖了出来，把他们的尸骨扔到山里去了。你放心，等你死了，我们来给你收尸，然后剁碎了喂狗。你家的人有一个算一个，休想入土为安。是江茂典设计害我们这一房的，他提前埋伏了人，是他的人，二话不说就先杀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才失控的。要不是你和我们是一个祖宗，我们就把你的祖坟全给刨了。你以为江茂典好？他爹他爷爷他太爷爷的坟头全被刨了，为此我们两房又打了一架。拜你所赐，他们也偷偷刨了我们这一房的祖坟。不过我不在乎了，我已经决定带着一家人离开江家山，就是去外头要饭去，也不留在江家山了。完犊子了，到了下面该如何跟祖宗交代啊？时辰到，斩！老夫算了一卦，如今江家山遭此劫难，风水有变，若能在牌坊上动些手脚，江家山那些人的脑子起码会清醒一半。清醒一半有什么用处？你记得你娘以前的日子吗？你的姥姥姥爷等人呢，就是被江家山的风水气场所影响，故而就算是心底十分疼爱你娘，但却从不反抗。若不是遇到变数，他们恐怕一辈子都不可能清醒。江家山这个牌坊镇很恶毒啊！我姥爷姥姥后来离开江家山是脑子清醒了吗？他们为啥那个时候就能清醒了？因为你姥爷家遇到了变数啊！您这个眼神是啥意思？所以这个变数是我？变数肯定是陈虎，他杀气重，他晋升的话鬼神勿近。江家山的镇是个什么镇啊？喜运，特别是村里女子的运道，还有寿元，被吸了运道的村子就很容易生五毒，贪嗔痴慢疑，
时间越长啊，生得越多越凶。可是牌坊都好多年了，3座牌坊树立起来的时间也不一样。第1座牌坊还是前朝的时候立起来的。这决定风水的是第3道牌坊，而且呢，这第3道牌坊是刻意下的。我的牌坊的寡妇怨气很深，死了都不能安宁的那种。如果老夫没算错的话呀，那道牌坊下埋着她的丈夫，她的儿子，而且她的丈夫和儿子死得很惨，是冤魂。怎么好好的跳到灵异频道了？刘杏儿听得毛骨悚然，陈虎抬手搂住了她。那我们现在该如何做？简单，污了牌坊，让江家山的人呢，以为老天爷怒了，继续住在江家山就会家破人亡。可是他们的田地都在江家山，有几个人能做到搬家舍业？哎呀，确实很难呢。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出钱买他们的地呢？买地的钱我出了，随便找几个人去买就是了。用什么去污牌坊？新鲜的猪血要从上往下撒，这事儿我找人来办。还要用血在牌坊上写下几句话。牌坊泣血，江家山亡。不押韵，能吓唬人就行了，押什么韵啊？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陈虎去安排。不好了，不好了，老天爷要降罪了！是啊，天罚！我要走，赶紧走，谁留下来谁全家死绝啊！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我们又能跑到哪儿去？田地房舍都在这儿啊！他们不会是你安排的托儿吧？你看着吧，都不用你去收地，这些人就会主动去找牙行的人来收地，给钱就卖。马上就要春耕了，去买一些农奴来种，或是租赁给那些胆大的店户也不是不可以。回头呢，我再悄咪的念个往生咒，超度第3个牌坊下的冤魂。若是迁坟的多了，那这个阵法呀就能破得个七七八八。往生咒不是佛家的吗？你老是道士啊，不该念太上救苦经吗？哎，不必那么计较啊，管他谁家的，有用就行了呀。我是心疼太上，这等苦活累活上佛家的手段，是老夫的孝心呢。还能这样？除了太医，哀家谁都不见。陛下来了，也不许放进来。大太监将太后搀扶到床上躺着，去暗格取了一个锦盒出来，打开锦盒，从里头拿出一粒腥味很浓郁的药丸来，伺候太后服下。你立刻派人去江家山，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亲自出宫去请楚天师出马，跟你去一趟江家山。娘娘，老奴在走之前先去楚天师那边拿一趟药，毕竟奴婢这一趟出去了，也不知道能耽搁多长时间。太后摸着自己的脸轻叹，还是你想的周到。柳杏儿没想到江家山的田地在牙行的挂牌价便宜到那种地步，都没有人敢出手买。上等的水田卖3两银子1亩都没人买，那柳杏儿就不客气了。陈虎拿来10几个户籍名帖，全府省各地的人都有。你哪儿搞这么多户籍来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钱再多一点，还能使磨推鬼。受教了。他就提了一句，陈虎就把事儿给他办妥了。这样的男人实在是没法子不喜欢呢。柳杏儿地契房契都到手之后，于半仙就道：手里有了这些东西啊，就可以把江家山的祠堂给推平了，这个阵法破的就更快了。回头我算算，把恶阵给去了。那就辛苦您了。后天去跳大神还缺个人呢，就你来抵着吧。一会儿我教你和福川跳。哎呦，可惜陈吉那小子身体还差点，不然老妇啊就让他来跳。你来摇铃敲木鱼，你杀气重，能镇煞。天不亮，易容的柳杏儿等人就去牌坊下摆放香案等东西，从天师观请来的道士排成2排，念唱道家经文。武安县县令带着一干人马来到现场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至少感受到了阵仗是强大的。大人，
此次祭天非同寻常啊，需用父母官的血9滴。大人若是不悦，上天感受不到诚意，恐怕难息怒火。师父您多虑了，县令大人是本县的父母官，若是能平息天怒，别说是9滴血，便是9块肉，徒儿想县令大人也是愿意的。武安县令噎住，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就是把武安县令架在火上烤。只要能够平息天怒，本官自然是什么都愿意的。需要叩拜的时候，老道会说，诸位跟着老道叩拜就是了。花里胡哨地折腾了一上午，把县令等人差点给磕废了。祭天程序才宣布走完。与太后差不多的是，楚天师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一天几次吐血。因着楚天师的身体原因，一行人抵达江家山之后，就已经是于半仙带着柳杏儿等人跳大神1个月以后的事情了。抵达府城，就听到了关于武安县3座牌坊的江家山的各种传闻。茶楼说书的先生都在说这事儿，这说书的内容是陈婷提供的。在柳杏儿的指导下，陈婷写了一本《拍案惊奇》，江家山3座牌坊气血灵异事件揭秘。这里头把江家山族长和族老们发疯互杀，相互清空对方家中青壮，到上天震怒气血警示，到武安县县令心怀大义，为一方百姓安危毅然决然献出自己的鲜血，讲得栩栩如生。武安县县令好得很，给我等着。等到了江家山，楚天山眼前一黑，除了3座牌坊还好好的，房子包括祠堂都被拆干净了。再去祖坟山一看，到处都是刨坟头的坑，难怪被反噬得这么狠，原来快，飞鸽传书给太后，让他立刻准备500具童男童女，迅速交给我徒弟，立刻。武安县县令垮台垮得突如其来，他被押上了断头台，其中有一条十分醒目的罪名，就是滥杀无辜。江有田一家是冤枉的，金陵卫一来就给江有田父子2个翻案，没有证据，证人死绝了没关系，直接抓了武安县令的左官、亲信等人上手段。人头落地之后，忽然有人喊冤：尔等有何冤情？草民的爷爷和二叔被斩杀之后，收尸后发现被斩杀的人不是他们本人，但当时他们的脸是被老天毁掉容貌的。草民等本就被县令勾结奸人迫害的身受重伤，根本不敢去找衙门。眼下将军如神兵天降，草民求将军帮忙找找草民的叔叔和二爷。感情武安县县令还得再加一条罪名，玩忽职守杀错了人。于是金陵卫军官命人去查，提前2天被陈虎安排进牢房的江有田父子就被金陵卫的人从牢房中找出来了。这就很离谱，既然江有田父子还活着，那就当堂释放。金陵卫的人走了以后，江木生就趁机宣传生意：得上天庇佑，我们父子沉冤得雪。为了感谢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从今日起3天内，江氏糕饼铺重新开张，所有的东西都只卖1半的价钱，先到先得，卖完为止。吼完，无数人往城里冲，生怕跑慢了卖没了。哎呀，还是杏儿的脑袋瓜子转得快啊！我们江氏糕饼铺子的名声就打响了。这几身衣服做出来肯定都好看，你找绣娘了吗？不然家里养几个绣娘吧。陈虎从外头进来，他的伤好了8成，有些事儿已经按捺不住，要自己亲自出去办了。他从身后搂住柳杏儿：你再画几样只给我穿的衣裳，成不成？啊？我素了这么久，你是不是该补偿补偿？你别不要脸，怎么就素了？我的手腕子好几回都差点累断了。我也不像你这小手辛苦，今晚咱们让小手歇着，我来伺候你，可好？你正经些。我问你，老爷那头的事儿算是彻底解决了，你这边呢？啥时候出手？就这2天了，崔志毅太磨叽了，你继续在家休息2天，莫要着急。好吧，我其实也不着急，你该干啥干啥去，别在这杵着。你干你的活儿，我看会儿书。柳杏儿见他真的是在看书，于是就拿起笔继续写画起来。画了几张之后，听到一阵轻微的鼾声，
柳杏儿去衣架上给他拿了个披风盖在身上，就把书拿起来看。我操，小黄书啊！看了好几个高难度的，柳杏儿最终还是觉得小船那个靠谱。小船像水床一样荡来荡去，肯定很有意思，但也得限定季节，冬天就不行，夏天也不行，夏天蚊子多。现在就是春天，我去搞条船。柳杏儿条件反射就跳了起来，被男人搂住了腰，一个翻身把他压在了罗汉床上。你瞧你，有啥不好意思的？夫妻郭论，那可是天经地义的大事儿，再正经不过的事儿了。说完，他就垂头亲了下去。瞅着窗外明晃晃的天，柳杏儿悲愤闭眼。等到好容易风雨停歇了，柳杏儿的魂儿还飘着呢。陈虎喘着粗气，紧紧地抱着她。我吃药了。果然是早有预谋。陈虎抱了一会儿柳杏儿，就自个儿跑去兑好洗澡水，又抱着祖宗去净房。陈虎出来也没闲着，把狼藉的屋子给收拾干净。等柳杏儿洗好出来，他连忙去搀扶，殷勤得很。然后他坐在柳杏儿身边，把她腿抓到自己身上，力道适中地摁了起来。哎呀，为啥每次卖力气的都是我，累瘫的却是你啊？柳杏儿伸手去拧他脸上的肉。晚饭我给你端进来吃，我就说你在画图呢，不想出去折腾了。他其实不知道陈虎有多煎熬，才10岁之位没多久，就因为受伤憋了几个月的男人，浑身的血都是烫的，忍不住那咋整啊？去杀个人吧！陈虎半夜摸去了县衙后院，一刀结果了崔顺。我操！老子死得好随意啊！大人，崔顺是自尽，这个佩刀是他的，割喉的手法是从右至左，屋门是从外头锁着的。早上是送饭的仆从开的屋门，屋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知道了，把罗世华等人给放了。大人不可，说是放了他们，岂不是坐实了他们所告啊？崔顺是大人的心腹，他的名声坏了，会连累大人的。以你之见，本官应该为了名声而滥杀无辜，杀的还是为本官效命之人。自己下去领20大棍，本官希望你能以崔顺为戒。崔公神色一凛，连忙应下。崔之义命人将崔顺的尸体抬出去埋了，好歹是跟过他多年的人，即使畏罪自尽，也要给他一份体面。崔顺不吐口，燕家一案的线索又断了。真的是你？你怎么样了？托我媳妇儿的福，我们躲过了雪崩，只是我身受重伤，只能暂时在林子里扎营，等恢复了才能下山。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大人，我有事儿跟你禀报。你重伤出狱，赶紧坐下。来人呐，把本县画的那一套东西拿来。等一切准备就绪，陈虎才开始描述当天的情况，把他看到的几个人的长相说了出来。那几个人看起来普通，就混在一群山匪当中，但山匪头子其实是以这个老头马首是瞻。我中了埋伏掉落悬崖之前，这几个人是提前撤走了的。眼看着燕家的案子毫无进展，镇远侯的日子也不好过，这几张画像一出，简直是为他们解决了大问题。他们雇佣了飞刀门的人来追杀我，护送这几个人撤退的人中就有飞刀门的人。大人，崔顺和此人勾结，卖了团练营，这件事大人要给我和团练营一个交代。崔顺不死，恕我无法再回团练营。你再回来不知道，我也看出了崔顺有问题，将他关起来审问，可是他却畏罪自杀了。陈虎挑眉，他的尸体放在何处？别不是假死。崔之义苦笑一声，陈虎这是不信他呀。罢了，我就当他死了。团练营那边，若大人还用得上我，那我今天就过去看看。只是我的伤刚好，不宜太过于劳作，每日只能去个把时辰。这团练营都头啊，非你莫属。左右这段时间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那边你安排好就行，不用每天都过去。我表侄女怎么样了呀？可有受伤啊？在山里受了寒凉，回来又惊闻老爷家的种种祸事。崔之义顿时愧疚起来。我当时派人去了武安县，他竟然派了崔顺去，不但没帮到忙，反倒是狠狠地又踩了江家一脚，搞得他见到陈虎都气短一截儿。跟大人没关系，定陶县的县令管不到武安县去，告辞。陈虎一走，崔之义忙命人去库房挑了好些补品，让人送去陈家。陈虎从衙门出来，
就去溜达了一圈，买了些时令小吃回去。回去之后，陈虎瞅着小媳妇的嘴巴一张一合，咬着糖油果子上，忽然就有点嫉妒起糖油果子来。然后在柳杏儿又啃了一口之后，忽然俯身吻过去，舌头一勾一卷，就把他嘴里的糖油果子给夺了。哎，太甜。不爱吃甜的还来抢我的。陈虎过来一把控住他的腰，把人转一个方向，低头再度吻住他的唇，抢了他嘴里的食儿。就抢你的。最终他还成了最后一粒糖油果子，被陈虎磨磨唧唧吃了好久。柳杏儿衣衫凌乱，发髻松散。瞧你，我也没怎么着你，都没动真格的。你是我媳妇儿，我喂你吃东西天经地义。柳杏儿的脸更红了，这人就爱乱说。你去县衙县令怎么说？陈虎把跟崔之意的谈话一字不漏地说给柳杏儿听了。什么？崔顺自杀了？对，可能崔之意动了真格的，他害怕了啊，可不敢让小媳妇知道，我在搂着他睡觉的时候，半夜抛开他跑出去杀人。钟老幺呢？明儿让他们去衙门击鼓鸣冤，死了也要叫崔顺身败名裂。柳杏儿寻思这样也行，大户人家爱把丑事给遮掩了，被人欺负到头上了，他才不要以德报怨。回头我给您多拿点银子，您帮我加大收兔子的量，除了收兔子还帮我收果子，果子我也要的，不论酸甜，但是明显味道不好的价格肯定是要便宜些，大胆的收，不要有任何顾虑。村长心里有数了。另外我还有一些干活的人，要手脚勤快爱干净的妇人，您看您这边能不能帮我找10个人？如果您家里有人愿意来当管事的，那再好不过了。管事的我给2两银子1个月的月银，其他人是1两银子的月银。还有一点，当管事不能面前，若是面前被人求饶2句就不忍心处罚犯了规矩的人，让我知道了，我会翻倍罚管事。村长连忙保证。然后柳杏儿让柳三才一家3口进来，问柳三才和郑氏的意思，他要开个作坊，需要1个副管事，月银1两半，问郑氏愿不愿意干。说白了就是干得罪人的活儿。郑氏两眼放光，下意识就看向柳三才。干，咱们干。行，除了月钱，逢年过节发2份月钱，但是如果你自己都守不住规矩，那就别怪我把你扭送去衙门。对别人我可能还下不去手，可是对你我很下得去手。郑氏闻言就是一抖。我肯定干好，肯定听话。我男人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挣钱，1个月才2两银子，我就当一下管事就能拿1两半，美滋滋。行了，你们先回去吧。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走了。柳杏儿又问了问学堂的事儿，村里不少娃娃都在里头读书。有女娃念书吗？就刘枣儿在里头念，其他人家没有把女娃送进去的。以后我们家周公再加一条，家里要有女娃在学堂念书的才能录用。这样一来啊，大家肯定都愿意送女娃去学堂念书。送走了村长，他要去作坊看看，陈虎就陪着他去。看完作坊之后，柳杏儿就让陈虎帮他写规章制度，写清洁卫生要求。柳杏儿忙了2天之后，杜莹莹就上门了。哟，你的肚子都这么大了？就是快生了，于先生让我多走动。前几天你回来，我就想来看你来着，可是想着你才归家忙乱，这才等到现在来找你。看你的气色不错，那我就放心了。这些是给你的补品，我瞅着你好像也不需要了。我需不需要是我的事儿，只是你上门来提溜的礼物还能拎回去。你就看我能不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那我做出新的甜品来，你就不要想吃。好吧，那我就不拿回去了，反正拿回去便宜的也是别人。这几个月酒楼的分成，该你的有986两，我给你添成1000两，你点点。这么快就收回成本，还能分这么多银子啊？也是酒楼控制了每天接待客人的数量，不然生意能更好。他们吃的不是饭，喝的不是酒，是显摆。柳杏儿懂了，剑南王去捧场了吧？算他还有点用处。王爷都喜欢光顾的店，其他人肯定趋之若鹜啊。柳娘子啊，准备好当地主婆吧，但是拿钱办事儿，你得赶紧写方子，这都好几个月了。行，你等着。说完了生意上的事儿，杜莹莹就问柳杏儿是怎么躲过雪崩的。听到动静了，其实应该往2边跑。我当时仗着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比较早，舍不得食物和御寒的东西，
把行李什么的都立刻搬到一块巨大的石头下面，雪轰隆隆滚下来的时候，就从石头顶部给划走了。主要啊，也是怕跑了之后没有吃的和御寒的，会死在山林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你以后的人生一片坦途。那就承你吉言了。陈虎回家就看到妻子在二门打着灯笼等他，他几步走过去，直接把人打横抱起。要死了！当我被烧了咋整？这不是没烧吗？走回院子，他就闻到了一股子的香味儿。厅堂的饭桌上已经摆好了满满一桌子的菜。算你有良心，知道惦记你男人。你吃吧，我去洗漱了。这么猴急啊？月氏走了，我今儿可以吃药了？让都头失望了，没走。语气那叫一个阴阳怪气。柳杏儿转身去了净房，陈虎被他给逗乐了，几下吃完饭，然后就偷摸摸去净房，从门缝里瞅见小媳妇在泡澡。小骗子又骗我。小媳妇的习惯，来月氏是坐在板凳上冲澡洗。哼，小骗子，你给我等着。给你揉揉肚子，还疼吗？要我说，就让老头给你开点药。听说妇人这肚子疼的毛病不能轻忽了。他们已经给我做了药丸，我再吃的。吃了这么久还疼，他们也该给你换个方子才对。我已经好多了。他窝在男人怀里，享受着他的按摩。等有些人的手开始不老实起来，他后悔就来不及了。你找谁？大胆村妇，见到剑南王妃还不下跪磕头？不好意思，剑南王来了我都没跪过，更别说是剑南王妃了。而且你们说你们是剑南王妃，我就相信了。封王不许离开封地，王妃也一样。你们能乱跑，手上可有圣旨？若没有，来人啊，去县衙告状，说有人冒充剑南王妃来招摇撞骗。你都退下。柳氏，借一步说话。不借，我不管你此番前来是有什么目的，话不投机半句多。你要是现在就走，我当你没来过。哼，堂堂一个正妻，竟然去和外室交好，简直不成体统，不要脸面。我体统不体统不关你的事儿，倒是你连一个毁了容的女人都干不过，到底是谁没有脸面，一目了然。对了，如果你能有本事让那位放了杜夫人，杜夫人应该会对你感激涕零的。本来柳杏儿还觉得剑南王妃挺可怜的，剑南王不是东西，可这婆娘上来就羞辱她，她就不能忍了。误会呀，误会，这位是我家大娘子。大娘子，你先让他们把刀放下，爷和陈都头的关系很好，要是让爷知道，老奴肯定要吃挂落的。还请大娘子可怜可怜老奴吧。王爷真是心疼那个人，把身边用惯的人都给了他。都把刀放下，你去带路。太监忙在前头引路，一行人就往杜莹莹住的地方去了。杜莹莹摸着肚子，汗水打湿了她的面肩，自己真的很奇怪。以前刚怀上的时候，她恨不能把这个孩子打掉，觉得他就是自己的耻辱，她恨剑南王。可是现在王妃找上门来，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可能不保了，她却没有像以前那样的解脱之感，而是开始害怕，害怕肚子里的孩子受到伤害。真脏！娘娘，屋里污秽，请您移步到外间等候，这里交给奴婢们就行了。本宫要亲眼看到这个人难产而死。你放心，你死了，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你莫不是忘记了，你的全家是谁杀的？给仇人当外室，给仇人生孩子。估摸着你爹娘兄弟知道了，恨不能从乱坟岗里爬出来，把你给撕碎了。杜莹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而就在此刻，杜莹莹忽然睁开眼睛，也不知从哪儿掏出来的匕首，对着两个婆子的脖子一人给了一刀。杜莹莹像疯了一样爬起来，就举着匕首冲向剑南王妃。她浑身是血，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显然剑南王妃的话刺激了她。去死！你们都去死！